夜黑风高，一只手突然从土里伸了出来，纤细银白的手臂上沾着泥土，皮肤饱满富有弹性，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死去整整5年之久。裴泱泱从棺材里爬出来了。我死了？怎么完全不记得了？这里是裴家祖坟。墓碑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裴泱泱，生于光化239年，卒于光化255年。裴泱泱迅速将自己检查了一遍，发现自己下葬之前被精心打扮过，足以见得家人对他的疼爱。墓碑前放着酒菜和鲜花，显然经常有人过来打理。哥哥怎知我喜欢这个？他拿起红色居球，爱惜地看了看，抱在怀里，开始往城中走去。大顺国泰民安，从不宵禁。裴泱泱混在人群中，守门士兵见他浑身都是泥土，还以为是乞丐，可是发现他头戴金簪，衣服华贵，不禁疑惑：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可有路引？裴泱泱眨眨眼睛：你来京城干什么？快说！裴泱泱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架马车风驰电掣从城内驶来，嘶鸣一声停在门口。开门！大人又要出门，待会儿可能下雨了。我家主子的事儿也是你能管的。是。所有士兵纷纷上前帮忙，挪开挡在中间的巨马。裴泱泱见面前的士兵也走了，于是趁机朝里面走去，和疾驰出城的黑色马车擦肩而过。黑色马车疾驰出城，5年来这条路他们已经走过无数次了，就算此时天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那座特别的坟墓。皇上到了。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掀开帘子，月光洒在他刀削般锋利的面颊上，直到他的目光落在裴泱泱的墓上，目光才终于泛起一丝柔和。泱泱，朕来看你了。谢凛的声音很轻，带着无尽温柔，可这份温柔并没有维持多久。待他走近，看到那被掘开的坟墓，这是谁干的？侍卫顿时心生寒意，连忙上前查看，然后脸色变得更加慌乱。皇上，里面的尸体不见了。寂静，周围瞬间变得死一般寂静。男人苍白的手慢慢握紧，去把人找出来。男人站在月下，眼睛死死盯着那被掘开的坟墓。去把泱泱的尸体重新带回朕的身边。裴泱泱抱着怀里的红色居球，一路走到丞相府外，上前敲了敲门。谁呀？过了一会儿，铜钉大门缓缓打开。张伯，我回来了。小姐。刚喊了一声，扑通，竟然直接被吓晕了过去，乱了，整个丞相府都闹哄哄的。还在后面练武的裴无风第一个听见动静，大步流星地走出来。都这么晚了，找什么找？活了！小姐她活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小心我！二哥！一声清脆的呼唤声突然传来，月色下，他的亲亲妹妹正笑盈盈地看着他。泱泱，泱泱啊，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哥哥好想你呀！哥哥一直相信你不会死的呀！别哭了，二哥，泱泱回来了。裴无风一听，当场张嘴哀嚎，声音响彻整个丞相府。裴景周正在伏案写奏折，突然被杀猪似的哭声打扰，立即变得脸色铁青。二弟，你大半夜在闹什么？看见裴无风那个虎背熊腰的武夫正抱着一个人哭得撕心裂肺。要哭就到外面哭去，别影响我写奏折。大哥，是我。泱泱，你怎么？裴景周手中的奏折掉在了地上，他看都没看地上的奏折，踉跄着走上前，三人当场抱头痛哭，哭声越来越大，连裴红和孙氏都被吵醒。吵吵闹闹成何体统？男儿有泪不轻弹。爹，泱泱他诈尸了。你怎么说话的？泱泱现在就活生生的站在我们面前。对，泱泱还活着，他回来了。裴红和孙氏不敢相信地看着站在院中的少女，虽然她身上沾满泥土，看起来十分狼狈，但确实和记忆中的小女儿长得一模一样。泱泱，我的宝贝女儿啊！就连裴红也湿了眼眶，碍于身份没有上前相拥。爹爹娘亲，让你们担心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爹，你刚才不是还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吗？裴红难得没有训斥，目光看着失而复得的裴泱泱。
我现在只是一个女儿失而复得的父亲。丞相府的院中，裴家5人紧紧靠在一起，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在裴泱泱死去的这5年中，他们心里有多苦。好了好了，都别哭了，泱泱回来是好事，我先带泱泱去沐浴。哎呀，这一身的泥土，泱泱肯定不舒服。孙氏马上命人烧水，自己带着裴泱泱来到浴堂，帮他除去带泥的衣物，脱去外衫。娘，你不问我为什么会死而复生吗？娘只知道我的女儿回家了，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娘就不怕我现在变成了妖怪？有你这么可爱的妖怪吗？泱泱是娘的宝贝，你能回来就是最重要的。1个时辰后，裴泱泱身着一身鹅黄色齐胸襦裙，脚步轻快地走进前厅，霎时让厅中等待的3人都看呆了，这简直和记忆中的裴泱泱一模一样。爹，哥哥，你们不会又要哭了吧？泱泱，你还记得5年前发生了什么吗？我感觉好像睡了一觉，睡醒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然后才看到了我的墓碑。爹，我真的死了吗？你都不记得了？裴泱泱摇了摇头。5年前的今天，我们在郊外的望君亭找到了你的尸首，一把匕首刺穿你的胸膛，一击毙命。说到这里，在场几人都咬紧了牙，目光浮现出冰冷的愤怒。泱泱，你还记得自己为什么会去望君亭吗？我不记得了。那你还记得是谁要杀你吗？爹，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没关系，你好不容易回来，先回去休息吧，我们会帮你找到凶手的。裴泱泱跟着孙氏一起回了房间。泱泱死而复生的事情绝对不能被人知道，下令让丞相府所有人守口如瓶。我们知道，爹。尤其是不能让宫里那位知道。那个人已经疯了，从5年前就疯了。如果被他发现裴泱泱死而复生，以他的疯劲儿，谁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找出当初杀害泱泱的凶手，对方在暗，我们在明。若是被他知道泱泱活着，难保不会再动手。保护好泱泱。5年前我们已经疏忽过一次，5年后我绝不允许同样的事再次发生。爹，请放心，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朝堂上尽力往上爬，就是为了调查清楚到底是谁想杀害妹妹。我们一定会把凶手揪出来，碎尸万段。泱泱还是和5年前一样，真好啊！他回来了，老天爷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孙氏哄裴泱泱睡着之后，再次回到前厅。与此同时，裴泱泱正在做梦，一个很害羞的梦。梦里，裴泱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回到了棺材里，有人在亲她，亲她的指尖，亲她的额头，亲她的眼睛，亲她的脸颊。炙热的吻带着她读不懂的情愫扑面而来，她想让他不要再亲了，好羞人呢。可自己睁不开眼睛，也动弹不了，只能被他亲了又亲，浑身都变得酥酥麻麻。他还在叫他的名字。第2天一早，裴泱泱睁开眼睛，感觉浑身都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想到昨天晚上那个梦，他脸上不由一红，脸颊滚烫。小姐，小姐，你醒了吗？醒了，进来吧。月英立即端着一盆水走进来，眼睛一直盯着裴泱泱的脸。小姐，真的是你吗？裴泱泱笑了笑，直接拉过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现在相信了吧？相信，相信。他忍着泪给裴泱泱洗漱更衣，然后细心地帮他梳发。小姐还是和5年前一模一样。走，我们去用早膳。泱泱，吃这个，你最喜欢吃鱼了。泱泱，这是我早上排队去买回来的点心，你吃点这个。裴泱泱看着桌上眼花缭乱的菜肴，家里的早膳不是吃白粥和小菜吗？这些大鱼大肉、点心、乳酪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早膳吃的吗？礼数就是用来改变的，泱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泱泱5年没回来了，吃点东西怎么了？他又不是想要天上的月亮。泱泱，你想要月亮吗？然后开始思索起来，好像只要裴泱泱点头，他就真的要想办法把月亮弄下来，好送给自己疼爱的妹妹。一顿早膳，裴泱泱是在众人的照顾下吃完的。相公和景州，快去上早朝吧，别迟到了。吴峰今日和军营请假，不用去练兵了，和我留在家里照顾泱泱。
两人换上朝服，依依不舍地上马车离开。上朝！太监尖锐的声音从金銮殿内传来，所有官员鱼贯而入。大殿之上，一身明黄滚袍的帝王天子，目光阴沉冰冷，肉眼可见的心情不快，感觉整个大殿的空气都因为他凝结了。整个早朝过程中，天子高坐龙椅之上，一言不发，所有官员更加恐慌，战战兢兢禀报，连后背都出了一层冷汗。直到退朝时，他才终于开口：裴相和裴侍郎留下。是，皇上。大殿中的其他人尽数退去，周围瞬间安静下来。昨日泱泱的墓碑到了，陪葬品都还在，但尸首不见了。是谁竟然敢在裴家身上动土，简直不要命了！皇上，泱泱的尸首现在找到了吗？有没有抓到是谁做的？一定要把那个盗墓贼碎尸万段。还没有找到，朕怀疑盗走泱泱尸首的人并不是盗墓贼，墓中的陪葬品一样不少，却带走了他的尸首。你们可知道为何？不知。你们可有线索？没有。朕会继续让人调查，一定会把泱泱的尸首找回。多谢皇上。两人连声道谢，询问若没有其他事，他们便要回去处理公务了。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谢凛的脸色陡然变得十分阴沉。来人，盯着裴家。一道黑影在大殿上方一闪而过，谢凛依旧坐在龙椅上，满身华光依旧遮不住他眼底的阴霾和疯狂。难道裴家已经猜到我想做什么，所以提前把尸体运走了？裴泱泱戴上帷帽，正准备出门，孙氏细心地帮他整理好衣服。你们只能去锦衣坊和胭脂铺，不能乱跑，也万万不能摘下帷帽，知道了吗？知道了，娘。娘，你就放心吧，有我在身边，妹妹绝对不会有事的。就是有你在，我才不放心。你呀，现在是武侯大将军了，可不能再带着泱泱胡闹。随后又和裴泱泱叮嘱了一番，才依依不舍地送他们出门。二哥，你为什么会和林彦彤定亲啊？5年前你过世之后，我们查遍了各处，终于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需要从户部调取资料。户部尚书提出要求，必须让我娶他女儿为妻。是因为我？泱泱，为了你，我们什么都愿意做。我、大哥还有爹娘，我们都是。我不同意他进裴家的门。好。二哥，我想学武。是因为今天的事儿吗？是，也不是。我不能每次遇到危险都等着哥哥来救。好，从明天开始，二哥教你习武。当天，锦衣坊里发生的事情就传入了皇宫。他听完影卫的回禀，漆黑的眸子深不见底。裴无风动手了。裴无风折断丫鬟和仆役的手臂，林彦彤则是那名女子动的手。裴无风和林彦彤定亲，应该是为了调查裴泱泱的死因。从两人定亲以来，他就一直处处隐忍，为何这次会直接撕破脸，而且还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女人？对方什么身份？目前还没有查到。那名女子最后和裴无风一起回了丞相府，而且举止亲密。去查清楚那人的身份。还有，裴泱泱的尸首有下落了吗？目前还没有。继续找。皇上，若是找到了裴小姐的尸首，要送回裴家吗？不，按照原计划，把尸首带来给朕。裴泱泱和二哥回到家的时候，父亲和大哥已经下朝。当听说林彦彤竟然让人当众扒裴泱泱衣服的时候，当场怒不可遏。他竟然敢做出这种事儿，简直找死！人家怎么说也是大户人家，竟然养出这样一个女儿。他敢扒泱泱衣服，我就扒了他的皮。爹，你以前不是经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吗？无风，你怎么回事？让你照顾好泱泱，你空有一身武艺，连人都保护不好。早知道我就跟着去了，几个丫头婆子而已，你娘我一个人都能对付。对不起，是我的疏忽。爹娘，我想取消和林家的婚约。好，取消。当初让你和林彦彤定亲，本来也是为了查到凶手的身份。现在看来，林彦彤这种人，裴家是万万不可能让他进门的。当初你们说要定亲的时候，我就不同意。现在这样也好，今日我就派人去和林家说清楚。孙氏的动作很快，当天媒婆就直接登门退亲。
林彦彤带着怒气刚回到家，就被林尚书大发雷霆地拉到祠堂。说，你今天又闯了什么祸？我没干什么。裴家今日上门退亲，我好说歹说，他们打定主意就是要退亲。啊？退亲？为什么？我才想要问你，你知不知道，当初为了让裴家答应这门婚事，我想了多少办法，付出了多少啊！裴无风年纪轻轻就是武侯大将军，前途无量。他父亲是左相，哥哥还是吏部侍郎，你知道这是一门多好的亲事吗？你到底闯了多大的祸呀，才会让他们一天都等不了，当天就要来退亲？闻言，林彦彤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头戴帷帽、身穿16裙的身影。不会真是因为他吧？谁？你说的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戴着帽子，看不见脸。林彦彤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林尚书的脸色越听越难看。你真是捅了大娄子了呀！爹，您上门去求求裴相，女儿真的很喜欢裴无风。裴家能这么快就上门退亲，就说明他们全家都同意了。女儿啊，你这次招惹的不是一个普通人，别说你的亲事，你爹我的乌纱帽还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了。下午，裴泱泱让月莹端来一盆水，正在刷那个从自己墓碑前带回来的红色居球。洗刷干净之后，居球上的花纹更显精美，他越看越喜欢，放在院子里迎着阳光晾晒。泱泱，媒婆今天已经和林家说好退亲了，当初送过去的聘礼也都拿回来了。他们同意退亲？哼，他们敢不退？林彦彤什么德行，他们心里都清楚。我先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他走过来，看见裴泱泱面前的那个红色圆球。这是什么东西啊？居球呀，这不是二哥送我的吗？我什么时候送过你这种东西啊？这是我死而复生那天在墓碑前面发现的。你回来的前一天呢，刚好是你的忌日，我们确实在中午去探望过你，送了你喜欢吃的饭菜、水果和点心。当时没看见墓碑前有这个球啊，确实不是我们送的。难道是？他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一个人的名字，目光顿时变得凝重。除了裴家人，只有那个人会为裴泱泱精心准备礼物。啊，是谁？二哥知道吗？不知道。泱泱，你不是说要习武吗？来，我先教你怎么扎马步。裴泱泱还想再问，却被他风风火火地拉起来，膝盖微弯，一板一眼开始扎马步。皇上驾到！皇上怎么会来这里呀？谢凛几乎是直接往里面闯，在太监通报的同时，便已经大步往后院的方向走。裴家其他人听闻声音赶来，根本拦不住他的步伐。皇上莅临寒舍，臣有失远迎，还请皇上恕罪。皇上这时候过来，是否有要事相商？不如移驾书房详谈。臣已命人备好了今年的御前龙井，正在查试之中。裴红和裴景周几番阻拦，却没能让谢凛的脚步慢上半分。皇上直接挡在谢凛面前，这才终于让他的步伐停下。你们不让我去后院，是不是藏着什么不能让朕知道的秘密？哎呀，哪有什么秘密呀？只是后院久未打扫，有些脏乱，怕污了皇上的眼睛。无妨，朕不嫌脏。说完，脚步绕过挡在前面的孙氏，继续快步往里走去，一直来到院中，却再次被拦。臣参见皇上。谢凛的视线在周围扫了一圈，整个院落中就只有裴无风一人。朕看这后院十分整洁干净，不像你们之前说的那么脏乱。裴红一进来，视线迅速看向周围，没看到裴泱泱，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回皇上，许是在臣不知道的时候，有下人来打扫过了。哼，你们家的下人倒好，不用主子吩咐就能自己干活。皇上今日前来是？朕想他了。这4个字刚说完，整个院子瞬间安静，每个人都知道他口中的他指的是谁。裴泱泱此时正躲在房间里。泱泱，你先躲在里面，不要出来，千万不能被他发现。透过门缝，裴泱泱看着坐在外面的谢凛，心里嘀咕：凛哥哥长得更好看了，只是目光冷冷的，不再似以前那般温柔。就在这时，谢凛突然起身，然后径直朝着裴泱泱的方向走来，停在门口，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紧闭的房门。这里是泱泱以前住的地方吧？朕想进去看看。这皇上该不会是背上长眼睛了吧？怎么泱泱在哪儿他去哪儿啊？还没来得及阻拦，谢凛就直接推开了门。
女子的闺房布置得十分精美，梳妆台、软榻、桌椅，处处都透着少女的娇柔。谢林走进来的一瞬间，心头便是一震，灵魂深处仿佛开始翻涌沸腾，就连胸口都传来撕裂般的痛楚。这里就好像他还住在这里一样。裴家几人都笑不出来，可不是吗？裴泱泱现在本来就住在这里。泱泱虽然走了，但我们每日都派人进来打扫，一切就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谢林没有表态，而是走上前，在房间里坐下。你们先出去，朕想在这里待会儿。房间不大，能藏在哪里呢？犹豫间，几个侍卫上前，竟直接把裴家人都赶了出去。房间关闭，只剩下谢林一人坐在里面。我竟然觉得你就在身边，难不成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已经疯了吗？他感受着周围的空气，每一次呼吸，灵魂都在轻微颤栗。裴泱泱躲在衣柜里，一动也不敢动。好想你，好想。裴泱泱心中好奇，忍不住将衣柜门轻轻打开一条缝，偷偷朝外面看去。只看了一眼，就瞬间满脸通红。他在亲他刚才用过的杯子，棱角分明的唇印在杯沿上，痴迷的吻，狂恋的吻。他疯了，疯得很厉害。刚才初见谢林的时候，裴泱泱还不觉得有什么，直到此时才终于看出一些端倪。裴泱泱感觉自己的心脏疯狂跳动着，几乎随时会跳出来。他忘了动作，呆呆地看着谢林亲吻他用过的被子，指尖摩挲着他倚靠过的软榻，拿起挂在床头的薄纱，那是他今天刚刚换下来的贴身衣物。泱泱，我疯了，我竟然真的闻到你的味道了。谢林埋首其中，发出一阵低沉而疯狂的笑声。泱，我的泱。这声音简直就像在耳边响起，让他整个人都酥酥麻麻的。裴泱泱红透了脸，紧接着才发现谢林修长的手指在做着某种特别的动作，然后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嘶哑了。堂堂天子竟呼唤着他的名字，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他坐在那里平息着身体，手里却还一直紧紧抓着他的内衫。难道过去的5年他一直这样做吗？谢林已经平复好情绪，重新整理衣服，然后裴泱泱眼睁睁看着他把那件弄脏的贴身衣服收进他的胸口。再次打开门的时候，他的目光已经回归死寂，看不出一丝异样。侍卫和裴家人都守在院外，谁也不知道被称为封地的天子前一刻还在与他们一墙之隔的地方做着那种龌龊的事。朕已经派人去寻找泱泱的尸首，如果你们有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朕。泱泱是裴家的女儿，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把她找回来。谢林颔首，终于抬脚朝外面走去。路过刚才他曾经坐过的石桌，一抹红色突然从他的眼尾一闪而过。他猛地停下脚步，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只有谢林自己才知道，他的身体此时正紧绷着。他看到了，在院子的一角安静地放着一个红色的圆形球体。2日前裴泱泱的忌日，他亲手将这个居球送到裴泱泱的墓前。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心中惧骇，脑海中回想起这几日裴家的一举一动，还有他们反常的举动。皇上，裴红见他突然停下，询问了一声。谢林的手握紧又松开，反复几次，压下心中沸腾的念头，控制住自己强烈想要回头查看那个红色居球的念头，然后抬起脚，继续朝前面走去。无碍，回宫。直到上了马车，所有情绪才瞬间涌上眼底，惊骇、怀疑、震惊、思念、眷恋，这些复杂的情绪被扭在一起，染成了疯狂的颜色。泱，别急，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好不容易把封地送走，火急火燎地跑回裴泱泱的房间。泱泱，衣柜的门打开，裴泱泱红着脸走出来。爹娘，哥哥。哎呀，原来你躲在这儿，刚才皇上没发现你吧？裴泱泱摇头。哎，刚才皇上可真是把我们给吓坏了，突然来咱们家，还一个人待在你的房间里，也不知道做了什么。裴泱泱脑海中立即浮现出谢岭刚才的所作所为，低着头不说话。泱泱，你的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衣柜里太闷憋坏了？是有一点。哎呀，今天事发太突然了，还好你没被发现，下次咱们要早做准备，总不能每次都让泱泱躲在衣柜里，会把人闷坏的。我没事了，我已经好多了。今日你与林彦彤的冲突
肯定会传入皇上耳中。以他多疑的性格，肯定会派人调查，说不定现在丞相府外已经布满了皇上身边的影卫。泱泱如果继续留在这里，迟早会被皇上发现，只能先把你偷偷送出京城了。我不想离开京城，我舍不得你们。爹也舍不得你，可是皇上明显已经盯上咱们了，不能被他知道你还活着。我可以不出门，一直戴着帷帽，不让任何人看到我的脸。皇上现在不知道你已经死而复生，他以为你的尸体被盗，现在正掘地三尺寻找你的下落，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他都不会放过。而且我们也不忍心让你一直藏在方寸之间，一辈子戴着帽子，不能见人。那你们打算把我送到哪里？什么时候动身？现在已经全城戒严了，所有出入京城的人都要经过盘查，倒是2天后的春日宴是个机会。等到了那边，有娘在身边，娘会照顾你的。泱泱，放心，你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等我们把京城的事情处理好，然后再想办法接你回来。如果皇上始终不放人，大不了我们裴家集体辞官去找你，什么都没有我们一家团聚重要。一切都听爹爹安排。春日宴一进宴会，裴红和孙氏同其他宾客寒暄，裴景周则十分低调地带着裴泱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泱泱先在此等待，等宴会进入后半程，娘就会过来带你从后门离开。大哥，泱泱让你们费心了啊！这5年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是我要谢谢你，谢谢你回来，谢谢你重新回到我们身边。说话间，有认识的官员走近，打了一声招呼，裴景周只好上前寒暄。和他离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裴泱泱安静地坐在角落，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他在心里默默数着自己离开的时间。哎，是他，我也听说了，听说那人当时就戴着帷帽，肯定就是他。林彦彤现在那么惨，他竟然还敢来参加春日宴。几人说着，竟直接走到裴泱泱面前，居高临下，一脸不善地看着他。你就是那个和林彦彤抢裙子的人。林彦彤若是不服气，就让他自己来找我。哼，你竟然还好意思说？林家现在被大理寺彻查，林尚书入狱，林彦彤不仅被退亲，连来参加春日宴的资格都没有了，怎么来找你？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他爹不贪墨，他就不会有事。难道是我让他爹贪的？要不是你抢夺林彦彤的衣服，仗着和裴将军的龌龊关系，林家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什么龌龊关系？呵呵，别以为我们不知道，那天不少人都看见了，你和裴将军拉拉扯扯，不成体统。谁知道你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哄骗着裴将军帮你。裴泱泱没想到自己和二哥的互动竟然会被传成这样，一时无语。你别以为有裴将军撑腰，我们就会怕你。林彦彤喜欢裴将军，怕他生气，才不敢对你怎么样。我们可不会。你们说错了，我不只有裴将军撑腰，就连裴侍郎也对我言听计从呢。不可能，裴侍郎英明决断，能辨善恶，绝对不可能被你哄骗。裴景周，我要喝水。正在和同僚说话的裴景周闻言，立即告辞，然后端起一壶茶，笑着走过来。是热的。啊，今日天气有些凉，喝凉茶对身体不好。我肚子饿了。好。裴景周好脾气的点点头，又从旁边拿来2碟点心放在他面前。来，你尝尝好不好吃？如果还想吃其他的，我再去前院看看。裴侍郎，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是林彦彤的朋友。只说这一句，裴景周就瞬间明白过来。不想死就滚。裴侍郎对他温柔体贴，为何偏偏对我们冷语相向？哼，你们也配和他比？滚！3人脸上最后一丝希望瞬间皲裂，哭着转身跑了。啊，没想到躲到这里也会有人来，看来需要换个地方了。他马上将裴泱泱带离，来到一个更深处的院子，直到周围一个人也看不见，才终于放心。啊，这片区域应该没人会过来，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前院看看情况如何。如果时间合适，就让娘提前带你离开。裴泱泱此时身处的位置是一个假山内部，除非亲自走进来查看，否则不会有人能发现他，还算安全。大哥离开后，他百无聊赖地坐在假山里休息，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吓得他一动不敢动，希望对方能尽快离开。都已经安排好了吗？一切按照您的吩咐，药已经下在了书房的茶水中，等宴席过半，皇上就会去书房休息，只要他喝上一口，就能让他当场毙命。哼，很好，
狗皇帝杀了至亲，这一次我要让他永远都走不出这道大门。公子，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封地行事随心所欲，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万一他不肯喝那茶水怎么办？不用担心，我早已想好双重保险。裴泱泱躲在假山里，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说话声，越听越心惊，竟然有人要刺杀谢凛。而且就在今天，裴泱泱心中焦躁，忍不住凑近想要听到更多消息，却刚好有人路过，外面两人立即停下声音，迅速离开了。他又在假山里等了一会儿，确定外面的人已经走远，才终于走出来。林哥哥，若是大哥在身边，就可以让他去提醒谢凛小心。可现在裴泱泱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娘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过来。裴泱泱急切地在原地踱步，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大哥和娘亲的身影，一咬牙朝着院子深处走去。裴泱泱飞快找到书房，这里同样还没有人把守。裴泱泱下定决心，快步走进书房，一眼就看到了桌上放着的茶水。他端着茶水直接往窗外一倒，怕茶壶里还残留毒素，干脆一股脑塞进角落藏起来。做完这一切，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拍拍手准备离开。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突然从外面传来，速度很快，裴泱泱根本来不及反应，只得迅速藏进角落的柜子里。人呢？目前还在调查，能在宴会中接触膳食的人，属下都已经派人一一去抓了。宴会上的其他东西也都已经撤下，正在检查是否有异。能潜入朕设的宴席，在朕的面前动手脚，这人不是普通丫鬟仆役，一定就在宾客之列，把他抓出来。是，属下遵命。皇上龙体要紧，是否要属下请太医过来，还是……他说到一半停了下来。今日事发突然，皇上本来正身处宴席中，突然察觉手中的酒水有异，于是第一时间放下酒杯，可惜还是晚了一步，毒已然入体。去叫太医。是。立即起身离开，用最快的速度往皇宫赶，顺便还派几个人守住门口，以防有人不长眼误闯进来。很快，书房中只剩下谢凛一人，只觉得在那情毒的作用下，有一股火不断在体内燃烧着。泱泱，他泱泱。裴泱泱躲在角落的柜子里，觉得很无奈。自从死而复生之后，怎么每次和谢凛见面，他都躲在柜子里？泱泱，裴泱泱差点以为自己被发现了，仔细朝外面看去。啊！坏人，窦徒子，他竟一直把我的内衫带在身上，中了毒就好好待着，等御医来救治，又想用我的东西来干什么？直到外面的声音慢慢趋于平静，朝外面看去，谢凛靠在椅背上，微微闭着眼睛，骨节分明的右手上正握着那件鹅黄色的内衫。外面的谢凛自从刚才停下动作之后，就一直没有再动过，像是晕过去了。天亮了，天亮了，是娘亲的声音。这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暗号，一定是娘来接他离开，却找不到他的身影，一路找到这里来了。不好！裴泱泱紧张地看了看谢凛的方向，他看起来没有任何反应，似乎真的晕过去了，不能再等了。小心翼翼地打开门，从柜子里走了出来，全程轻手轻脚，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谢凛会突然醒来。门口有侍卫把守，只能从窗户翻出去。他双手撑着窗台，刚要起跳，泱泱，你在哪儿？本来被情药折磨，已经陷入昏迷的谢凛倏地睁开眼睛。泱泱，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裴泱泱吓得立即加快翻窗的动作，起跳翻越。裴泱泱双脚落在地面，一只手却突然伸出来，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臂。泱泱，还没来得及开口，整个人就被重新抱回了书房中。一直戴在他头上的帷帽掉落，裴泱泱对上了一双几近疯狂的眼睛。他想矢口否认，可还没开口，铺天盖地的亲吻便落在了他的额头上、眼睛上、脸颊上、嘴唇上。不是，我不是，你认错了。但疯狂亲吻他的人却像是根本听不见。泱泱，好想你啊！每一句都焦灼在裴泱泱的胸口，和梦境中谢凛呼唤他的声音重合。5年前自己死去的时候，他是否也这样呼唤过他？裴泱泱的动作一顿，似乎感觉到他不再挣扎，谢凛的动作也慢慢平静下来，但双手依旧紧紧抱着裴泱泱，像是担心自己一松手，他就会离开。你终于来找我了，你终于愿意来找我了，我已经很久没梦到你了，好想你啊！裴泱泱的动作一顿，谢凛以为他是在做梦，发现谢凛的目光涣散而虚浮，视线并不聚焦，显然已经被那情毒影响得昏昏沉沉。林哥哥，我也很想你，
我已经死了，能在梦中相见，我已经心满意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现在我该走了。不行，哎，林哥哥，人鬼殊途，我……洋洋别动，我很难受，我不想弄疼你。林哥哥，虚软无力的手轻轻一推，没想到刚才还牢牢抱着他不松手的人，就这样轻轻倒在了地上。裴泱泱一惊，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没死。他顿时松了一口气，来不及想太多，手脚虚软无力地翻了出去。这次没有遭到任何阻拦，裴泱泱轻松地跑了出去，快步往娘亲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娘！裴泱泱喊了一声，连忙跑过去。哎呀，你怎么把帽子摘下了？裴泱泱连忙将手里的帷帽重新戴上。他怎么敢说帽子是刚才被谢凛摘下的？泱泱，你刚才去哪儿了？脸怎么红成这样？没出什么事儿吧？娘找了你很久，还以为你被人发现了呢。我太无聊了，随便过来看看。唉，知道你喜欢热闹，让你一直待在这里，确实很无聊。等我们到了苏州，泱泱就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天天设宴都没问题。好。娘，你是来接我出发的吗？我们快走吧。靖王妃身体不舒服，想提前离开，咱们也一起走。春日宴上，热闹的宴席中，裴红、裴景周和裴无风父子三人正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娘和泱泱应该已经启程了吧？我问过晋王妃身边的丫鬟，王妃身体不适，所以提前离开，现在估计已经快出城门了。哎呀，今日之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泱泱。这一切都是为了泱泱的安全。如果继续留在京城，他会被当成异类。若是被皇上知道，以他现在的疯狂，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等我们把京城的事情处理好，再想办法调任苏州，到时候便能再见面了。裴无风闻言点了点头。裴家所有人都抱着同一个想法，那就是让裴泱泱一辈子幸福快乐，这就够了。好了，我们继续待一会儿，也想个借口回去吧。人都走了，我们也不用继续留在这儿。侍卫用最快的速度将太医请来，却见皇上已经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你们怎么能让皇上一个人待着？皇上中的虽然不是剧毒，可若是不及时疏解，他还是会有性命之忧的。你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寻一名女子过来。皇上只下令接太医过来，而且皇上心中有人，怕是其他女子都近不了身。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什么？心上人重要还是性命重要？我看皇上现在的样子，肯定……太医骂骂咧咧，手搭上脉门，声音却瞬间停了下来。皇上的龙体似乎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体内的毒已经被压制，甚至清除了大半，没有性命之危了。皇上身上的毒已经解了？也不是全解了，是身体稍有缓和疏解，不至于毒性发作。等我帮皇上施针，然后服过一次药，皇上就能无碍。侍卫请来的太医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名医，当年裴泱泱遇害的时候，由皇上亲自招揽入宫，后来便一直留到现在。他医术了得，惯使银针，几针下去，皇上便慢慢醒来。泱泱在睁开眼睛的一瞬间，他突然伸出手，似乎虚空想要抓住什么人，却抓了个空，什么也没有。谁让你给朕解毒的？不是皇上命侍卫来找臣的吗？谢凛一言不发，当然是他叫的，可他现在后悔了。若是早知道中毒能在梦中与泱泱相会，他倒是宁愿自己多中几次毒。是你救了朕，如何救的？臣进来的时候，皇上身上的毒已经解了大半，臣用银针配合丹药进行治疗，才清除皇上身上的余毒。解了大半？皇上，属下一直命人守在书房门口，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把书房仔细检查一遍，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是。几名侍卫鱼贯而入，开始在书房中里里外外寻找可疑的地方。皇上，臣看这东西就挺可疑的。他指了指，话还没说完，就被谢凛狠狠瞪了一眼，那目光简直像是要杀了他。吓得太医连忙闭嘴。只见谢凛拿起那件内衫，然后面不改色地放进了自己的怀里。再看一眼，就挖了你的眼睛。徐太医心想，你都宝贝地藏进怀里了，他还怎么看？很快，侍卫拿着一个空了的茶壶走过来。皇上，这是从角落里找到的，从残留的痕迹来说，
这茶壶应该被装过毒药，只是被人倒掉了。那些毒茶就在窗外，除此之外，窗户也有被人攀爬翻越过的痕迹。徐太医接过茶壶仔细检查，这可是真真正正的毒药，只要一滴就能见血封喉。谢礼目光更沉，他还记得刚才中情毒的时候，他感觉身体燥热，想要喝茶压制，却没在桌上看见茶盏，当时还觉得疑惑，没想到竟是这么回事儿。他走到窗前，窗台上留下的几个十分明显的印子，几乎能想象出对方笨拙翻窗的样子，不会武功，闯入他的书房，倒掉的毒茶，还有他体内莫名被解了大半的情毒。你们守在外面的时候，可曾听见什么动静？当时皇上一直在叫裴小姐的名字，还说了一些话，但是听不太清。谢林知道自己当时都说了什么，每一个字都印在他的脑子中。他再次回想起那个美丽的梦，那真的只是一个梦吗？谢林猛地攥紧拳，下令封锁全城，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裴泱泱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城门口，心中五味杂陈。再往前几步，他就要彻底离开这个生活10多年的京城了。吱呀一声，马车突然停了，看见几个皇宫侍卫模样的人走到城门口。皇上有令，从今日起封锁城门，任何人不得进出。为裴泱泱和孙氏赶马车的车夫立即跑上前，讨好地问：官爷，小的是晋王妃车队里的车夫，现在晋王妃和其他马车都已经出去了，还剩下我们2辆马车，还请官爷行个方便，让我们一同离去吧。实在对不住，皇上的命令我们也不敢不从。马车上可有什么重要的人？一车是货物，另一辆马车里坐的是王妃的好友。这样啊，不如就请你们先在京城留几日，我替你去和晋王妃禀报，等城门开了，你们再行离开。孙氏一看情况不对，下定决心，拉起裴泱泱偷偷下了马车。他们前脚刚离开，后脚官兵就搜寻到了这辆马车，看见上面空无一人，官兵询问：你不是说上面有2个人吗？人呢？不知道啊，刚才还在这儿呢。裴泱泱和孙氏从小路回到了丞相府，父亲和哥哥都还没有回来，下人见他们回来，都满脸疑惑。城门被封，我们暂时出不去了。泱泱，看来只能让你继续在京城中再待一段时日，等以后封锁解除，娘再送你离开。娘，你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希望如此吧。此时外面已经天黑了，裴泱泱来到前厅。娘，爹和哥哥还没有回来吗？没有，我已经让人去问了，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娘，您来接我的时候，爹和哥哥还说过什么吗？只叮嘱我要照顾好你，无论出什么事都不要回京城，也不要管他们。可现在这种情况，娘，您先不用着急，参加春日宴的人有那么多，文武百官和皇亲国戚都在其中，无论如何，皇上也不可能关他们太长时间的。希望如此吧。两人正说着，去春日宴询问消息的小厮匆匆回来。夫人，小姐，春日宴那边怎么样了？听说宴会中有人想要谋害皇上，下午的时候皇上就下令封锁了整个陵园，所有宾客都必须配合调查，寻找真凶。今天下午封城，多半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他把所有人都关起来了，难道真的不顾朝廷和江山了吗？那明日还如何上朝？现在举办春日宴的园林已经被重兵把守，不能出也不能进。孙氏摆摆手，让小厮离开。他此时心里其实已经担心坏了。泱泱，你先回去休息吧，你的身体重要。我陪娘一起等。两人忐忑地等了一晚上，可是他们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中午，却迟迟不见裴家的马车回来。去打探的小厮再度传回消息，皇上好像已经锁定了凶手的范围，今天一大早很多宾客就都回来了。那老爷和公子呢？听消息说老爷和公子有刺杀皇上的嫌疑，所以不能离开。除了他们，隔壁的柳大人、陈大人还有李大人也都被关起来了。爹和哥哥怎么可能行刺？这么明显的事，皇上竟然也看不出来，真笨。别着急，别着急，皇上明察秋毫，等抓到凶手之后，他肯定就会放人的。娘，其实那天在春日宴上，我曾听到2个人密谋杀害皇上。啊？什么？当时我躲在假山里，清楚地听到他们商量要向皇上投毒。我想皇上要抓的凶手应该就是他们。
只是可惜我当时没看到他们的长相，只听到是一男一女，而且听起来很年轻。哎呀，难怪当时我四处寻你不到，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还好他们没有发现你，否则连你也要出事。娘，那凶徒是一男一女，如果能让皇上知道这条线索，至少能证明凶手不是父亲和哥哥。这些年我是越来越看不透皇上的脾气了，他性格多疑，只是我一句话他怎会相信呢？那怎么办？难道让父亲和哥哥一直被关在里面，生死不明？裴泱泱思索着，动作忽的一顿，似乎下定某种决心。娘，有一个人的话他可能会听。谁？我。是夜。谢林躺在书房的软榻上，自从那天之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他双眸微闭，似乎已经陷入熟睡。夜色中，一道渗人的白影从外面闪过。谢林倏地睁开眼睛，眼底一片清明。他根本没有睡着，而是一直在等。他已经足足等了2天了。终于来了。窗外的黑影飘忽游荡，仿佛没有任何支撑。林哥哥。谁在外面？是我啊，林哥哥。泱泱，是你吗？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来找我有事吗？林哥哥，要害你的人是一男一女。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在林哥哥身边，一眼所见。除了这些，泱泱可曾还知道其他信息？一男一女，他们是一男一女。要说的话已经带到，那白影慢慢向后飘去。谢里目光一变，迅速抬手做了一个手势，黑暗中早就埋伏在周围的影卫无声而出，眨眼间便将那个鬼影团团围住。他既然布下这个局，又怎么会不做足准备？书房门打开，谢凛抬脚走了出来。月色下，他清晰地看到坐在地上的身影。泱泱，我的泱泱真的回来了！不管他是人是鬼，他回来了。泱泱，是你吗？当他走到他面前，慢慢蹲下，月莹吓得浑身颤抖，连忙跪在地上，求皇上饶命，求皇上饶命啊！竟然是你！他咬牙切齿，认出了对方的身份，是以前经常跟在裴泱泱身边的丫鬟。求皇上饶命啊！奴才不该欺瞒皇上，不该冒充小姐，求皇上饶命啊！就在这时，另一个身影匆匆从树下走出，同样跪在谢礼面前，竟是裴泱泱的生母。皇上，这件事都是臣服一人的主意，皇上若要惩罚，臣服一力承担，求皇上放过月莹。你们假扮泱泱，是想救裴家父子？求皇上开恩，我家相公和孩子绝对不会刺杀皇上，凶手另有其人，民妇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铤而走险。你如何知道凶手是一男一女？那日春日宴，在林中游玩的时候，臣妇在假山中刚好听见两人交谈，声称要在皇上书房的茶壶中下毒，那两人应当就是凶手。茶壶中的毒茶是你倒掉的？臣妇担心那两个歹人伤了龙体，所以偷偷潜入书房，将毒茶倒在窗外，将茶壶藏在角落里。你既然发现有人要害朕，为何不第一时间告诉朕？为何不告诉裴相？事发突然，臣妇来不及去找人，又担心信息有误，到时候又惹上欺君之罪，所以决定亲自去查看。你倒掉毒茶之后还做了什么？臣妇匆匆倒掉毒茶，怕被人发现，然后从窗户逃走了，无事发生。无事发生，这4个字让谢凛心头一震。只要皇上能放了他们，臣妇甘愿受到惩罚。您是泱泱的母亲，我说过我不会伤害裴家任何人，泱泱知道会伤心的。皇上，相信臣妇所说的，那臣妇的相公和孩子。来人，送左相夫人回府。孙氏此时急切万分，还想再问，可谢礼已经直接转身离去，他无可奈何，只好和月莹一起跟随侍卫离开。书房内，谢礼一个人重新回到这里，回想着2天前那些似真似假的画面。有那么一刻，我竟真的以为你死而复生了。孙氏和月莹被送回丞相府，待侍卫离开后，娘，你们没事吧？为什么是侍卫送你们回来的？难道是被皇上发现了？还好今日你没有去，今日的事根本就是皇上所做的一个局，那书房的周围早就已经埋伏好了侍卫，就等着我们过去。恐怕连你爹和哥哥被软禁，
也是这里面的一环，就是要引你出来。他知道我还活着？不清楚啊，我看他多半是在试探。哎呀，当今皇上当真心思深沉呐，还好你今日没去，否则才是真的糟了。可娘和月莹还是被发现了，这是欺君之罪。无妨，他既然送我们回来，应该就不会故意为难。无论如何，我已经把凶手的信息告诉他了，现在就看他愿不愿意相信我。娘，对不起，若不是因为我，父亲和哥哥就不会被关起来了。胡说什么呢？此事与你无关，要怪也是怪他。哎呀，5年了，竟然还是不肯放手。哎，今夜忙了这许多，时间不早了，都回去休息吧。接下来就看天意了。虽然孙氏叮嘱裴泱泱要好好休息，但他记挂着父亲和哥哥，哪里睡得好？裴泱泱早早起床，准备去看娘亲。刚走出院子，夫人，我等奉皇上之命，送左相大人、侍郎大人、将军回家。爹和哥哥回来了。没有去开门，反而转身跑去找孙氏。娘，爹和哥哥回来了。快，你先躲起来，不要出来。孙氏迅速整理好衣服，走到外面打开门，果然看见几个侍卫带着裴红、裴景周和裴无风站在外面。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进去再说。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孙氏将事情告知，裴红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哎，糊涂！你应该带泱泱立即离开，不管我们的死活才对呀。昨日扮鬼虽然被皇上发现，但我的回答滴水不漏，而且皇上也没有亲眼看到泱泱，应该能瞒过去吧。皇上心思深沉，一旦起疑，绝不会轻易罢手。整个丞相府已经在他的监视之中，现在城门被封，再想送泱泱离开已经不可能了。为今之计，只能想个办法，先把泱泱送出丞相府避一避。跟我几十年的婆子，在城西有一处院子，地处偏僻，无人知晓，将泱泱送去那里，如何？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行动。裴泱泱安静地待在房间里，一直到爹娘和哥哥进来，让他实在松了一口气。但没高兴多久，就得知自己要暂时离开丞相府。泱泱，是娘对不起你，只能先委屈你几日，等城门大开，我马上带你离开。若是我去了，爹娘和哥哥就能安全吗？泱泱安全，我们便安全。好，那就收拾行李吧。等到夜深人静，裴无风亲自出门，他才赶来一辆马车停在后门外。到了那边没有丫鬟伺候，你要事事小心。娘，你就放心吧。你忘记小时候我和哥哥们去狩猎，在山中迷路，我一个人自己找回家了吗？那次你偷偷的哭了一路，别以为我不知道。回家的时候眼眶都红了。二哥再这样说，等我去了城西，便不给你写信了。好泱泱，哥哥知道错了。你要是给大家写，不给我写，我肯定会难过死的。那我可怜可怜你，就顺便给你写张便条吧。那也不错，只要泱泱一句话，哥哥为你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爹娘哥哥，你们且放心，泱泱死掉5年都能复活，没有什么能打倒我。我在城西等你们来接我。说完，他摆摆手，车夫挥舞鞭子，马车开始启程，在夜色下缓缓朝着城西而去。希望泱泱能一切平安，我们已经失去过一次了，实在不能再失去他第2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泱泱一定不会有事的。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第2次机会，我们一定会保护好他。裴景周目送马车远去，在彻底进入黑暗前的一瞬，他脑海中灵光一闪而过。送泱泱的马车是从哪儿找来的？放心吧，这是我特意找来的车夫，是个孤家寡人，而且不会说话，他不认识泱泱。这么说，他不会武功？当然。刚才他走过来的时候，你听到他的脚步声了吗？我好像确实没听见。说到这里，他也意识到了不对劲。不好！裴泱泱坐在马车里，安静听着车轮碾压在石板上的隆隆声，在夜晚显得格外安静。过了一会儿，周围安静的过分。就在这时，吱呀一声，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师傅，到了吗？在听到声音的一瞬间，谢脸就彻底愣住了。师傅，你还在外面吗？下一瞬，一把掀开了挡在2人中间的帘子。师傅，这里。
月色下，一张俊朗的脸瞬间映入眼帘。裴泱泱登时瞪大眼睛，和站在外面的人看了个正着，大眼瞪小眼。谢凛，他怎么会在这里？片刻之后，他又飞快把马车帘子放了回去，可外面的人却容不得他后退。几乎就在同时，帘子再次被人掀开。泱泱，眼前的一切太过真实，太过美好，仿佛他梦里才会出现的画面。林哥哥，好久不见。谢凛没说话，他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动作。惊不惊喜？我复活了，没想到吧？裴泱泱干笑两声，希望活跃一下气氛，却没想一直没说话的谢凛突然伸手，一把将他抓住。他的手那么用力，裴泱泱扬起手，一巴掌落在谢凛的脸上。松手！原来不是梦啊！他梦一般呢喃了一声，将他从马车里抱了起来，心跳声隔着胸口传来。他怀里的人并非鬼魂，而是真真实实的人，真真实实的裴泱泱。他还活着，他快疯了，高兴疯了，激动疯了，幸福疯了，但他不能疯。怀里的裴泱泱一脸惊恐，像是被吓坏了，他不能再吓到他。谢凛一边这样想着，却情不自禁低下头，在裴泱泱的额头轻轻落下一吻。他的爱人，他的眷恋，他的心之所向。裴泱泱不知道谢凛会如何处置他，等了好一会儿，却没想到等来的是一个吻。回宫。他毫不犹豫地丢出2个字，然后快步抱着裴泱泱朝外面走去。随着谢凛的离开，周围的影卫也迅速消失在黑暗中。裴泱泱被从马车上抱下来，一路被谢凛抱进宫，期间脚都没有沾地一下，就被带到了皇上的寝宫。裴泱泱有些局促，谢凛带他来皇宫做什么？为什么谢凛从刚才就一直在亲他？他甚至还坐在谢凛的腿上，像个任人予取予求的布娃娃。刚开始只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亲吻，如羽毛一般落在他的脸颊上、额头上，像是极力克制。谢凛的吻逐渐变得激烈、缠绵，粗重的喘息声中也带上了某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念。裴泱泱此时被一个真真切切的男人抱在怀里，一个挚爱刚刚失而复得的男人。皇上，他喊了一声，对方仿佛根本没听见。凛哥哥，动作终于停了，裴泱泱松了一口气。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复活的吗？你说。你先把我放下。半晌，他才十分不愿地把裴泱泱抱起来放在自己面前，确实把他放下了，但依旧保持在自己的一步范围内。裴泱泱看了看两人之间的距离，感觉这放了和没放也没什么区别。好了，泱泱，和我说说泱泱是如何死而复生的。5年前你是假死？不是，5年前我应该是真的死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虽然做这件事的人是自己，但现在说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大半夜从坟地里爬出来了，还好没有人看到，否则一定会有和尚道士来降妖除魔。是在你忌日的第2天？没错。那你的复生是裴家人做的？我回家的时候，爹娘和哥哥也很惊讶，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因。然后呢？你复活后都做了什么？为什么不来找我？不想要林哥哥了吗？我本来已经死了，现在又突然活过来，万一传出去，别人以为我是怪物，让和尚道士来抓我怎么办？裴泱泱不敢说，家里人不让他现身，更大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谢凛。现在的谢凛太疯了，不见面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天子证明，泱泱不是怪物。你继续说，春日宴上闯入我书房的那个人是你吗？你们当时准备在宴席上做什么？春日宴上，我本来想借机混在宾客的马车中离开京城，却没想到碰见有人要暗杀你，城门紧闭，把我的马车也拦住了。谢凛闻言，心里升起一股后怕，还好当时他中毒醒来后，抓住了缥缈的一丝希望，不顾一切下令封锁城门。若是再晚一点，自己恐怕就要和裴泱泱失之交臂了。泱泱很乖，把这么多秘密都告诉我了。不过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春日宴那天闯入我书房的人是泱泱吗？裴泱泱不说话。泱泱是什么时候进入书房的？我在书房里做的事儿，泱泱看到了多少？我身上的情毒是不是泱泱帮我压制下去的？那些并不是梦，对不对？你不关心下毒的凶手是谁，不关心他们的目的，一直只关心这些，你怎么这样？凶手我自然会派人去抓，等抓到了就知道他们的目的。现在我只想知道这个，泱泱，是不是你？你别问了。我那天昏昏沉沉，意识不清，我怕欺负了你，
弄伤你？没有弄伤。那便好。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能放我回去了吗？你想回去？你想走？你想离开我的身边？眼底的暗流开始翻涌起来，似乎只要一想到裴泱泱可能离开，他就会陷入疯狂。不行，不可以！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裴泱泱，绝对不能让他就这样离开。他是我的，是我的。裴泱泱几乎要被他眼睛里的黑暗吞没，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大哥和二哥对谢凛的描述。泱泱，现在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已经不是你认识的凛哥哥了。你知道这5年来他杀了多少人吗？金銮殿外的地砖至今都是红色的，那是被鲜血染成的颜色呀。为什么你不喜欢留在我身边吗？如果我留在这里，爹娘和哥哥肯定还会担心。我曾询问过你的父亲和兄长，可知道关于你的消息，他们都矢口否认。昨日你的母亲和丫鬟闯入园林扮鬼，还谎称春日宴进入书房的人是他。泱泱可知，这都是欺君之罪。爹和哥哥故意隐瞒，是为了保护我。娘和月莹扮鬼完全是我的主意，你怎么能挂在他们头上？你若是想用我的家人来威胁我，那我也可以留在宫中，可我以后永远都不会理你了。我怎么会威胁你？我只是发现泱泱复活太高兴了，所以才把你带进宫。你若是想回去，明天我就亲自送你回家。真的？当然。那你能不能让我给家里写一封信？他们发现我失踪，现在肯定很担心。好，只要是泱泱的要求，我都会答应。取来笔墨纸砚，裴泱泱给家人写了一封信报平安。当然，整个写信的过程也没有离开谢凛一步远。写完，放进信封里封好。谢凛叫来一个影卫，让他送去裴家。这样，你总算放心了吧？林哥哥，我现在应该叫你皇上了。你可以一直叫我林哥哥。林哥哥，其实如果你想见我，随时都可以去裴家找我。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爹娘和哥哥刚得知我复活的时候，也是恨不得1天12个时辰都跟在我身边。1天12个时辰都可以吗？当然。谢凛嘴角的笑容渐渐扩大，满意的笑了。好，我记住了。泱泱，时间不早，你该睡觉了。我睡哪儿？就睡这儿。深夜，裴家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你确定都找了？泱泱真的不见了？整条街都找了，我还去了城西的那处宅子，里面也没有人。当初我找到那个车夫的时候，就已经做过多方面的调查，确认无误，才会让他来接泱泱的。没想到就连他也有问题，还有那辆马车和那条巷子，我找过无数次，一个脚印也没有留下。接走泱泱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我现在就进宫去找皇上。爹，您且冷静，现在我们手上没有任何证据，就算进了皇宫，他来个死不认账怎么办？难道就这样任由泱泱被他带走？不，此时我们还需要计划详细。现在泱泱死而复生的事已经被他发现了。爹，您别忘了5年前泱泱刚过世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有什么好怕的？你们忍得了这口气，我可忍不了。狗皇帝抢了我妹妹，还有理了？大不了我现在集结兵马，杀进皇宫，反了他的。他这话刚说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尴尬的咳嗽声。几位大人深夜来访，有什么事吗？侍卫笑了笑走进来，拿出2封信来。这是皇上命属下送来的东西，怕几位大人担心，一刻都不敢耽搁，连夜就送来了。是泱泱的字迹。孙氏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接过信件，直到侍卫离开，裴景周才催促道：娘，快打开看看。好。孙氏拿起信件，才发现只有第1封信是裴泱泱写的，被压在下面的那封信正中间印着皇上的玉玺印，通常只有写圣旨的时候会用到，没想到现在竟然被印在了信封上。旁边的裴无风见状，一把抓起那封信丢在地上。呸！晦气！娘，快看看泱泱说什么了。拆开信封，里面是裴泱泱娟秀的字迹。爹娘哥哥，我现在正在皇宫之中，现在我已经将所有事情告诉了皇上，他已知真相。皇上虽然生气，但已经许下承诺，不会追究裴家的欺君之罪。我今天晚上暂时留宿皇宫，等到明天早上皇上就会送我回去了。女儿一切安好，勿念。
看到信上的内容，几人脸上的表情不一。狗皇帝！裴景周脸色阴沉，捡起刚才被丢在地上的第2封信，展开，里面只有4个字：他是我的。狗皇帝，必须想办法把泱泱接回来。裴泱泱此时正小心翼翼地缩在床角，说好的留宿一夜，为什么要睡在皇上的龙榻上？我不是应该去西来宫吗？你不喜欢这里，那泱泱想住哪里？我陪你一起去。裴泱泱别扭地躺在床上，感觉谢凛灼热的视线一直落在自己身上，根本无法忽视，只好转移话题问：我的信已经送回家了吗？送回去了。谢凛想起自己写的那封信，想到信里的内容，眼底闪过一抹得意的光。裴大人看到信之后一定很高兴。希望爹娘不要太担心我，等过一段时间我就能回家了。泱泱，5年前发生的事儿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我不知道凶手是谁，也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连你为什么去望君亭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哥哥说我是在望君亭被人杀害的，那地方远在郊外，按理说我是不会独自去那种地方的，真是奇怪。想不出来就不要想了，睡吧，时间不早了，明天应该会很忙。于是乖乖闭上眼睛，可就算看不见，他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谢凛灼热的视线落在自己脸上。你一直看着我，我睡不着，要不我还是去西来宫吧。睡不着，那我们来做一些助眠的事情。一瞬间，一些不该出现的画面突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心跳一瞬间乱了，抱着他的人却反而朝他低下头。裴泱泱紧张地闭上了眼睛，浑身僵硬，正待他要竭力挣扎时，一个吻轻轻落在他的额头上。晚安，泱泱。裴泱泱始终闭着眼睛，他这次是真的不敢睁开了，干脆就一直装死。不知道过了多久，装着装着竟然真的睡着了。凌晨5更未过，此时天还没亮，明月高悬。泱泱，起床了。干什么？该用早膳了。你吃吧，我不饿。等用完早膳，朕就送你回家。闻言，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好，我这就起。我帮你穿。我自己来。你先出去，我要换衣服了。这里是我的寝宫。裴泱泱只好找了一处屏风，躲在后面迅速换上新衣，一袭浅绿色的襦裙。她换好衣服走出来，有些疑惑。这件衣服怎么了？没什么。裴泱泱走到铜镜前，拿起木梳准备给自己挽一个发髻，刚抬手，木梳就被接了过来。谢凛站在他身后，一言不发，动作十分轻柔，开始帮他梳发。修长的手指骨节分明，穿梭在乌黑的发丝当中，微微低着头，目光无限温柔。裴泱泱不由再次想起那个梦里，在他死后，谢凛也曾经帮他梳头发，只是梦里自己的身体已经腐烂，谢凛一梳就掉了一把头发，把他吓坏了。而现在他的头发很健康，乌黑发亮。泱泱很健康，很好。好啦，我们走吧。等等，他不知从何处取出一块面纱，亲手戴在裴泱泱脸上，遮住了他的下半张脸。裴泱泱看了看镜子中的自己，没有反对，自己现在毕竟是死去的状态，要是顶着这张脸出现在皇宫里，肯定会把那些迂腐的大臣吓个半死的。这时谢琳已经吩咐人安排好早膳，一切准备就绪。走吧。你平时都这么早起吗？朝廷政务繁多，那些官员大多年迈，说话又臭又长，如果不早点上朝，他们能说到下午去，真想把他们都砍了。裴泱泱转头看了看谢琳的表情，他应该是在开玩笑吧。但谢琳并没有第一时间送他回家，而是先慢悠悠地带他去用了早膳。裴泱泱正好有点饿，而且桌上的菜全部都是他爱吃的。谢琳屏退了伺候的宫女和太监，亲手执筷为他布菜。一顿饭下来，谢琳没吃多少，反倒是裴泱泱吃得肚子鼓鼓。你若是喜欢这个御厨做的菜，以后我可以日日送去给你。3、2天能吃一次就可以了，每天吃也会吃腻的。好，那我可以回家了吗？出宫的时候，天色已经亮了，马车慢悠悠地离开皇宫，来到丞相府门外。要不我传个信儿，把军营的兄弟们也都叫过来一起。我们是去救泱泱，不是去逼宫。马车在门口停下，谢琳先下车，刚把裴泱泱扶下来，后者如一只重获自由的小鸟，飞似的冲了进去。爹娘，哥哥，我回来了。
谢凛的动作一顿，看着停在空中空荡荡的手，脸色一瞬间变得有些阴沉。洋洋，真的是你，我们正准备去找你呢。洋洋，你没事吧？皇上有没有欺负你？昨天到底怎么回事啊？等我赶过去的时候，马车里已经没人了。裴泱泱只好将昨天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当然隐去了一些不能说的部分。总之，皇上就是看到我太激动，不小心才把我带进宫的，而且我已经和他说好了，他也不会再怪罪我们的欺君之罪。闻言，裴家父子三人脸上的表情有些奇怪，他们抬头瞥了一眼施施然走进来的谢凛，没问好也没行礼，都围着裴泱泱询问。泱泱，皇上有没有欺负你？你不用害怕，尽管说，爹帮你出头。泱泱，你不用委屈自己，皇上虽然是大，但我们也不怕他。没错，大不了我们斗上一斗。丝毫不理会此时已经走进来的谢凛。泱泱，过来朕这里。他直直地看着裴泱泱，仿佛根本不在意其他人。不知道谢凛突然叫他干什么，裴泱泱心情不错地走过去，问了句怎么了。他没有说话，只缓缓牵起唇角，然后低下头，一个吻落在了裴泱泱的额头。喂，你在干什么？住嘴！耍流氓是不是？裴泱泱还没仔细感受，就被爹娘和哥哥们迅速拉走。4个人牢牢将他护在身后，气冲冲地瞪着对面嘴角含笑的谢凛。光天化日耍流氓，别以为你是皇上我们就怕你。希望诸位清楚，朕今日能把泱泱送回来，已经是做出了最大的让步。闻言，众人都没说话，这一点连他们也没想到，疯成这样的谢凛，在找到裴泱泱之后，竟然愿意将他重新送回，而不是扣留在身边。泱泱，改日再来看你。说完，转身离去。我没看错吧？皇上竟然真的走了？难道他突然变正常了？泱泱，皇上是怎么同意你回家的？我说我想回家，他就送我回来了。就这么简单？对呀，凛哥哥还是和以前一样，脾气好，也很好说话，根本不像是哥哥说的那样吓人。裴泱泱不高兴地看了大哥和二哥一眼，都怪他们误导自己。爹娘哥哥，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凛哥哥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有他在，那些妖魔鬼怪绝对不敢再来欺负我。独自回到皇宫，一脚踏进未央宫，本来就不好的心情再次急转直下。1个时辰前，泱泱明明还和他一起睡在这里，就窝在他的怀里，轻轻浅浅的呼吸落在他的肩膀上，可现在只剩下空荡荡的床榻。谢凛走到床边，回想着裴泱泱睡觉的样子，李公公提着包袱，硬着头皮走进来。皇上，说，侍卫刚送来了裴小姐的东西。哪里来的包袱？侍卫说是昨日从马车里拿回来的，一直放在宫中。裴小姐离开的时候，似乎是忘记带走了。他接过那个被遗忘的包袱，一颗圆滚滚的东西突然从里面滚了出来。李公公一眼就认了出来，这个居球不就是几个月前皇上亲手做的那个吗？谢礼也愣了一下，那天发现裴泱泱坟墓被盗的时候，他太过愤怒，气急攻心，完全没有注意到居球还在不在，没想到竟是被复活的裴泱泱带走了。皇上，裴小姐就算离开家，也要将这居球带在身边，可见她对这颗居球或者是送她这个居球的人十分在意。你是说她心里有朕？裴小姐连夜搬家，带在身边的东西都是最重要最在乎的，在这种关键时刻都不忘将皇上送的东西带在身边，其中心意可见一斑。可是朕让她留在宫里，她却不愿。皇上，裴姑娘不来，您可以过去呀。裴泱泱正准备沐浴，她坐在铜镜前，让月莹帮她梳发。小姐，昨天可真是让奴婢担心死了，还以为您被歹徒劫走了呢。老爷夫人和少爷们讨论了一夜呢。我不是送信回来了吗？他们竟还不放心。小姐不说还好，那2封信送来的时候，老爷和少爷看完反而更着急了，夫人更是急得差点晕了过去。2封？他不是只写了1封吗？裴泱泱有些不解。小姐，您是让谁家丫鬟帮您梳的发髻啊？怎么乱成这样？发簪也戴得不对，一看就是生手，一点也不熟练。不用管他，你快梳开，我想沐浴了。是，小姐。半个时辰后，裴泱泱换了一身清爽的衣服，梳着月莹最拿手的飞云髻，来到前厅。泱泱，
昨天晚上苦了你了。娘，反正现在皇上已经知道我的事，以后我是不是不用再离开京城，也不用再搬走了？不用走了，洋洋一直留在这里，留在我们身边。洋洋，你昨日入宫，皇上有没有向你问起凶手的事？问了，不过我告诉他我都不记得了。那他还说过其他话吗？没有了。爹，您为什么这么问？这些年来，我们想尽办法，一直想找到当初杀害你的凶手。现在你大哥已经进入吏部，二哥也进入军营，可以说文官和武官都是咱们的人。可就算这样，还是没能找到凶手。你以前深居简出，从不与人结怨，咱们裴家也没有什么仇家，所以爹想，你的死会不会和皇上有关？爹的意思是我的死和谢林有关？不错，所以我们才希望你能尽量远离皇上。当初九子夺嫡，除了当初还是太子的皇上，还有不少皇子也在觊觎皇位，他们找不到对太子下手的机会，却能找到对你下手的机会。大哥也这样觉得吗？皇上心思深沉，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虽然现在皇上已经知道了洋洋的事，但还是尽量减少和他接触。好在他现在身为皇上，政务繁忙，应该不会轻易离开皇宫。有道理啊！爹，我手上正好积压了几十份公文，待会儿我就让人送进宫去，忙死他，让他根本没时间来找洋洋。那我也回书房找找，看看有没有多余的公文，如果没有，那我就多写几份。看到你们这样团结，为父很欣慰。三人言出即行，当天一辆装满公文的马车就驶进了皇宫。哥，你们平日不处理公务的吗？居然积攒了这么多公文，是不是有点太不尽职了？哪能啊，这都是我给那位准备的礼物，里面全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儿。那大哥的奏折呢？里面写了什么？我只是把过去5年吏部的资料重新找出来，让他重新看一遍而已。那么多资料，那不是要看得头晕？不仅头晕，还会头疼。只可惜裴景周和裴无风的奏折是下午送去的。晚上，裴泱泱正准备休息，打开窗户就看到了站在外面的谢脸。你怎么来了？你的东西忘在皇宫了。他拿出那个包袱，裴泱泱看见才想起来，你其实可以让侍卫送过来的。他接过来打开看了看，唯独最重要的一样却不见了踪影。球呢？那个居球呢？你是在找这个吗？谢凛伸手将一直单独取出的红色居球拿出。你很喜欢这个球，昨天连夜逃跑都不忘带着它。这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我当然喜欢，还给我。在裴泱泱伸手要接住的时候，他突然伸手一把将他从窗户里抱了出来。你干什么？谢林只是抱着他朝院子中央走去。想不想蹴鞠？现在吗？谢林已经抱他走到院子中央，将人放下，轻轻抛接了一下居球。当然，我陪你踢。谢林动作熟练地用脚接住，然后在两腿之间来回踢接，月光下赏心悦目。裴泱泱越看越心痒，抬脚去接，却被谢林一个侧身躲开。他干脆提起裙摆追了上去，想要将居球夺回来。两人一进一退，你来我往。小谢，我要来抢了。不可能，我蹴鞠可是京城女子第一，球到了我脚下，谁也别想抢走。是吗？两人身形迅速变换，裴泱泱侧身闪躲，他躲闪不及，身子斜斜往下倒去，眼看就要落地，一只手扶着他的腰，将人轻飘飘地捞了回来。此时此刻，谢林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亲他，想爱他，想触摸他，想疼他。谢林想的都快疯了，好想把他藏起来，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能听到，能触摸到。有人闯入，有人闯入！他们肯定是发现你了，怎么办？有人过来了。然后眼前视线一黑，他被谢林推进了角落的黑暗中。刚进去，二哥裴无风就带着几个家丁走过来，站在距离他们不远的院子里。奇怪，我刚刚明明听到这里有声音的。裴无风环顾四周，他本来在练拳，意外察觉到有人闯入的痕迹，就立即叫来了家丁。本来以为是小偷，可一路找来，却发现对方手法十分老练，凭他一双火眼金睛，竟然都找不到其他线索。
小姐呢？月莹说，小姐今天早早就睡了。好，不要打扰她休息，尽快把闯入者抓住。二少爷，竟然有小偷这么大胆，敢夜闯丞相府，咱们要不要多叫一些人过来？哼，我看根本就不是什么小偷，普通小偷没有这么好的身手，大半夜私闯民宅，不偷东西也不杀人，像这么不要脸的人只可能有一个。他脑海中浮现出某个坐在龙椅上的人，除了他还能有谁？真不要脸。二哥武功高强，他只要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肯定就会发现谢凛的。他心中焦急，一个吻却毫无预兆地落在了他的耳畔。泱泱别出声，会被发现的。他一边说，嘴上的动作却没停，一个接着一个滚烫的吻细碎地落在他的脸颊。我好想你啊，想你。很快，裴泱泱整个人就像是挂在了谢凛的身上。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得不咬紧牙关，不发出一点声音，但这却更加纵容了对方，太过分了。半晌，外面的裴无风和家丁商量好搜寻路线，各自散开，直到院中再无其他人，谢凛才抱着浑身瘫软没有一丝力气的裴泱泱走出来。好了，没事了，他们已经走了。我要回去休息了。好，我送你过去。拖着他的腰，将人放回房间中，隔着窗户看到裴泱泱红红的眼眶和鼻尖，谢凛心头又软成一片。泱泱，好好休息，改日我再来看你。谢凛，5年前我的死和你有关系吗？谢凛知道这话应该是裴家人告诉他的，可能是裴红，也可能是裴景舟和裴无风。他们有这样的猜测已经不是1天2天了。有关？那你是故意把我当成靶子吗？不是，但你确实是因为我而死。我死之后，那些人有没有再去刺杀你？没有，他们没找到机会。那就好，这样我的死也算是有了意义。泱泱啊，时间不早了，我要休息了。还有，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再亲我，否则我就再也不会理你了。好。得到这个回答，裴泱泱终于稍稍满意了一些，砰一声关上了窗户，躺在床上，他脸上的温度居高不下，感觉耳后和脖子上似乎还残留着酥酥麻麻的感觉，脸颊甚至也有越来越红的趋势。谢凛站在窗外，迟迟没有离开，隔着窗，他描绘着此时裴泱泱入睡的模样，唇齿间的触感还在停留，回忆着刚才裴泱泱关窗的样子。被他惹生气了吗？可刚才他做的一切仅仅只是他这5年来想要的冰山一角，果然还是太着急了，下次要小心一点，或许可以先从牵手开始。你昨晚干什么去了？没睡？哎呀，昨天晚上有人闯入，我一晚上都在找人，哪有时间睡觉啊？有人闯入？什么人？小偷？如果是小偷，那还好了，找遍全家也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恐怕对方不是奔着钱来的，是奔着人来的。皇上昨天晚上过来了，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听到消息啊？别说你了，要不是我发现墙头的痕迹，连我也不知道他来过。堂堂天子，鬼鬼祟祟，简直连脸都不要了。那泱泱呢？他怎么样？我昨天把家里里里外外搜寻了一遍，没有找到人之后，我特意去看过泱泱，他昨天晚上早早就睡了。啊，那就好。难道我们昨天送去的公文不管用？他竟然还有时间来找泱泱？我看他是觉得公文还不够多，是时候给他找点麻烦了。既然5年的吏部公文不够，我就不信10年的公文还压不住他。哼！裴泱泱一走进膳堂，就看到2个哥哥正凑在一起冷笑。大哥、二哥，你们在干什么呢？泱泱，快来坐。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啊？昨天有个不长眼的小偷闯进了咱们家，没有打扰到你吧？没有，我睡得还不错。那二哥抓到那个小偷了吗？没有，不过我已经吩咐家丁严密防守，以后别说是小偷了，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这些呢都是小事儿，不用担心。泱泱，你来尝尝今天的早膳，厨子的手艺进步了不少，这烙樱桃做的丝毫不输御膳房啊。哥，这是咱们家厨子做的吗？味道怎么和御膳房的一模一样？有吗？好像是有点像。正说着，一个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身影走了进来。泱泱，这烙樱桃味道怎么样？昨天看你喜欢吃，朕特意带御厨过来为你做的。什么？这是你带御厨做的？
洋洋，快吐出来！皇上，大清早的，您不在宫中处理公务，怎么会在这里呀？你们昨天送到宫中的那些公文，朕已经下派给相应官员处理了。丢失的鸡、破损的盔甲、倒塌的灶台，还有吏部5年来的公文，都会有人专门处理。今日不用来早朝，朕来看看泱泱。啊，丞相府有厨子，不用皇上一大早就带人来做饭，就算再好吃，我们也吃不惯呢。泱泱吃得惯就行。泱泱也吃不惯。我吃得惯，我吃得惯。妹呀，不带这样拆台的呀。泱泱，你要是喜欢，我让御厨再做一份，今天下午一起带去春游。春游？我没说我要去春游啊。你离开这么长时间，京城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是城内，还有城外，蜿蜒的溪流，心中的桃园，你不想去看看吗？想。那我们吃完早膳就出发，先去郊外游玩，然后等用过午膳，再去城中集市逛一逛，等晚上朕再回宫。啊，这明明是我要做的行程啊！没天理！狗皇帝不仅抢我妹妹，连我设计好的行程也要抢。是你妹妹吗？你就来抢！裴红今日也不用上早朝，和孙氏一起来到膳堂，突然看到被挡在后面的谢凛。哦，原来皇上也在呀！见过皇上。不必多礼，朕只是过来看看泱泱。看，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前天一晚上还没看够吗？两人一落座，彻底把裴泱泱和谢凛隔开。裴红对谢凛的突然到来也有些不满，他们一家人亲亲密密，他一个外人非要插进来干什么？还摆出一副女婿的做派。圣上莅临，蓬荜生辉，不知皇上用过早膳没有？不如和我们一起吃吧。哎，今天这烙樱桃做得不错。爹，那就是皇上带御厨来做的。爱卿若是喜欢，朕以后每天都带御厨过来做。那倒也不必。裴家父子为朝廷鞠躬尽瘁，这是朕应该做的。应该做的？那过去几年怎么不见你来裴家慰问，不见你一大清早带厨子过来做饭？皇上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真是越来越高了。泱泱，你尝尝这个，味道也很不错。坐在两边的4个人齐齐瞪大眼睛，过了吧？皇上，毕竟这里是丞相府，不是皇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别光给我夹呀，我爹娘和哥哥也要吃的。好。说完，筷子方向一转，同样夹菜放进裴红碗里。裴爱卿，吃吧。然后是孙氏。裴夫人，请用。还有裴景周和裴无风，一一为每一个人送去一块枣泥山药糕。4人看着碗里的东西，又是震惊又是不解。裴泱泱一句话，皇上竟然真给他们夹菜，这封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了？一顿饭下来，4人如同嚼蜡。爹，待会儿皇上要带妹妹去郊外踏青。踏青？之前怎么没听说？这时候出去会不会有危险？我也担心有危险，所以我想随行保护。随行保护？我身边侍卫众多，还有隐卫暗中保护，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再说了，就算真的有危险，需要你一个文人来保护。大哥，皇上说的有道理，你身子弱，怎么保护皇上和泱泱啊？应该再加上我跟你们一起去。同行1人瞬间变成3人，谢礼眉头紧锁。那我也去。好，那我去收拾东西，大家一起去。好呀，我们一起去，人多热闹。吃完早膳，所有人立即回房收拾。一盏茶时间后，谢凛和裴家所有人浩浩荡荡地走出大门。来的时候，谢凛想的是和裴泱泱2人出行春游踏青，所以准备的也是2人乘坐的马车，本应该是甜蜜的旅程。可一出门，谢凛还没开口，裴泱泱就被裴红和孙氏拉着上了另一辆马车。没想到皇上这么贴心，还专门准备了马车，那就麻烦了。说完，一咕噜钻进了马车。裴景周呵呵一声，这马车一看就知道是为谁准备的。谢凛坐上马车，裴泱泱不在身边，他连装都懒得装。不想坐就下去。谢凛坐在正中，闭目养神，虽然没有说话，但隐隐的压迫感却没有任何人会忽略他的存在。马车缓缓前行，向着郊外而去。没想到我才离开5年，这里变得这么漂亮。距离春天结束还有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还能出来踏青吗？泱泱如果喜欢，下次我们再来。除了这里，京城周围还有不少美景，趁着春色尚未褪去，我带泱泱一一游览。马车刚停在丞相府门口，2人便齐刷刷拉起裴泱泱的手，头也不回地将他带回了家。谢凛这次没有追上去，目送裴泱泱回家。另一辆马车上，裴红和孙氏走下来，恭恭敬敬地对着他行礼。
皇上日理万机，今日拨冗携臣等出游，裴家上下感激不尽，不敢贪言皇上时间，实在惶恐。朕明天还会过来的。裴红一个二品大臣，见过了大风大浪，硬生生被这句话吓得脚下踉跄了一下，抓着妻子的手，逃似的快步回家。谢凛则转身上了马车，去天牢，朕倒要看看谁敢对泱泱动手。第二天，当打开门看到谢凛再次出现在裴家的时候，裴家人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早上来就算了，中午也来，有时候甚至连晚上都会过来。我哥让我问你，你不用批阅奏折吗？晚上我回宫的时候会批好。那你不睡觉吗？泱泱想知道。裴泱泱瞬间没了声音。当天他把这个回答告诉两位哥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白天过来，晚上回去批阅奏折，难道他不睡觉吗？不犯困，不难受？紧接着他回想谢凛的样子，面色红润，甚至神采奕奕，哪里看得见一点困倦的模样。只要是和泱泱在一起，他简直精神抖擞。是了，合着这家伙是把泱泱当成药了，真不要脸啊！裴景周和裴无风在心里把他骂了一通，但依旧无法阻止谢凛每天风雨无阻的出现，因为他来的次数太频繁，几天下来，一时间让人分不清到底皇宫是他的家，还是丞相府是他的家。下午，裴泱泱戴上面纱，准备去隆安街逛一逛。直到今天，家里人终于放心裴泱泱独自出门。只不过刚才出门的时候，裴景周和裴无风还是亲自送他到门口。泱泱，真的不要大哥跟你一起去吗？大哥可以帮你结账。大哥，我有钱。那让二哥跟你一起去吧。你买东西总需要人帮你提吧？二哥有的是力气，可以帮你拿东西。二哥，我只是出去买一盒胭脂，不用帮忙。裴泱泱十分无奈，好不容易劝说他们不用跟随，立即和月莹一起出门。小姐，大少爷和二少爷真的没跟来，连皇上也不在。还好他没来，否则我刚才那些话可糊弄不了他。比起裴景周和裴无风，谢凛更难糊弄。今天他就是特意挑谢凛有事没来的时候，说服家人才成功出门了。来，我们快走，趁他们都不在，我们终于能去那个地方看一看了。小姐，我们真的要去那种地方吗？当然要去，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听说清溪馆只有晚上才有兰陵营业，白天去就是一家普通的酒楼，我们只是去吃饭而已，不会有事的。裴泱泱说着之前听来的消息，拉着月莹继续朝前面走去。店铺门口还摆放着鲜花，应该是刚开业没2天，周围有很多人张望，但敢走进去的人不多。裴泱泱戴着面纱，别人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他没什么好担心的。二话不说，拉起月莹就径直走了进去。欢迎来到清溪馆。裴泱泱转头看去，一个身穿蓝衣的年轻男子正缓步走下楼梯，他一直走到裴泱泱面前。这位姑娘现在过来是来清溪馆吃饭的？这里可以吃饭吗？当然，清溪馆应有尽有，无论你想吃饭还是住店还是找人消遣，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只不过过后2条是天黑之后才有的服务。他引着裴泱泱穿过花丛，来到其中一张桌子坐下。我叫蓝清晨，是清溪馆的老板。蓝清晨这个名字倒是很符合他本人，对方已经自报家门，按照礼节，裴泱泱也应该以礼回之。我姑娘不愿说也无妨，清溪风月不问出生，不问过往，同样也不需要知道姓名。谢谢。作为清溪馆开业以来第1位客人，今天姑娘的一切花销1文钱也不用出，全部免费。啊，你们不是开张2天了吗？没错，你确实是第1位。作为京城作为大顺境内第1家南风馆，要让大家接受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不过今日有姑娘开了这个头，相信以后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姑娘，你觉得呢？我喜欢你们店里的花，如果外面那些人愿意走进来，相信一定会被吸引的。谢姑娘抬爱。姑娘想好要点什么了吗？那就先开几个你们店里的招牌菜吧。姑娘，你真的只是来吃饭的？啊，不可以啊，不是说清溪馆白天是酒楼吗？可以，只要是姑娘的要求，本馆一定做到。说完抬手轻拍，店小二迅速忙碌起来。姑娘是第1次
来这种地方？裴阳阳点头。不同时间的清溪馆会展现出不同的风光，期待姑娘天黑之后过来看看，一定会让姑娘满意的。裴阳阳不敢说话，他倒是想来，但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这辈子估计也只能踏进这种地方一回。很快，眉清目秀的店小二端着饭菜走进来，8福8路蒸、水晶龙块、荔枝火鸭羹，这些菜裴阳阳以前都在宫中或者家里吃过，一眼就能看出桌上这些菜并不简单。果然好吃，就算在我吃过的菜中也称得上前3。能让姑娘喜欢是本店的荣幸。这么漂亮的店，这么好吃的菜，没有客人真是太可惜了。想了想，他让月莹附耳过来，低声吩咐了几句。月莹点点头，转身出了门。站在门口，至今还有不少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却迟迟不敢进去。小姐，你说这清溪馆的饭菜和宫里御厨做的一样好吃，竟然是真的！8福8路蒸、水晶龙块、荔枝火鸭羹，这些可都是宫里才有的菜，没想到现在在宫外也能吃到了。听见没有？里面的菜竟然只有宫里才有，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啊！荔枝火鸭羹听着就好吃，咱们吃了，是不是也能享受享受在宫里的生活了？进去看看，反正现在是白天，人家小姑娘都进去了，我们怕什么呀？不一会儿功夫，本来门可罗雀的大堂就坐满了人。蓝清晨看着眼前的变化，又是惊喜又是感激。多谢姑娘，日后姑娘来清溪馆一律免费，随时欢迎。裴阳阳笑了笑，没说话。以后他应当是没机会再来了。大堂里热闹起来，蓝清晨已经去招待其他客人。裴阳阳戴着面纱，吃饭不方便，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反而是月莹吃得很开心。是他吧？应该就是他。天哪，我刚才竟然没发现。戴着面纱，穿红衣，一模一样，青天白日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会不会吃了我们？你们在说什么呀？为什么这么怕我？鬼魂来索命了！鬼魂来索命了！她真的是裴家那位小姐？她不是5年前就已经死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这还不明白吗？听说凶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他肯定是阴魂不散，化成恶鬼来索命了。这恶鬼竟敢在白天出没，走，把他抓回白云观，请道士驱鬼。裴阳阳听见这话，下意识摸了摸自己脸上的面纱，还在。这些人是怎么知道他身份的？此时众人聚集起来，将中间的裴阳阳团团围住。把他抓起来，驱鬼！我不是，他不是鬼，他只是死而复生了而已。他是人，但他的声音却被周围的呼喊声彻底淹没。一个人突然伸手，一把抓住他。恶鬼，你别想害人！我没有，不许欺负我们小姐！月莹穿过人群冲了进来，一把将抓着裴阳阳的人推开。抓鬼！抓鬼呀！不断呼喊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群情激愤，仿佛眼前的裴阳阳真是祸国殃民的恶鬼。裴阳阳连连后退，他后悔了，不该瞒着哥哥偷偷跑出来的。正想着，手腕突然被人抓住。这边。蓝清晨迅速将裴阳阳拽出人群，然后带着他快步朝后门走去。月莹紧随其后。姑娘从这里离开，不会有人追上来。你不怕我吗？这世上有好人，有坏人，有恶鬼，当然也有好鬼。如果你真的是鬼，那你也应该是个好鬼。对不起，把你的生意搞砸了。不，我还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今天的清溪馆可不会有这么多客人。我之前和姑娘说的话永远有效，清溪馆永远欢迎姑娘到来。谢谢。裴阳阳深吸一口气，担心后面那些人追上来，带着月莹迅速顺着巷子离开。两人刚进门，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裴红、孙氏和裴景洲立即迎了上来。阳阳，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受伤啊？爹娘，大哥，我没事。哎呀，真是吓死娘了。快找人去通知吴凤，阳阳已经回来了，不用再找了。说完，几人簇拥着裴阳阳朝里面走去，一边询问其今天发生的事。裴阳阳当然不敢说自己去了清溪馆，只说和月莹出去吃饭的时候遭遇流言蜚语。当听到那些人围着裴阳阳说他是恶鬼，还要把他抓去烧死的时候，孙氏不由抓紧了他的手。胡说八道！我看他们是无法无天，竟然还敢当众行凶。这个消息到底是谁传出去的？是谁这么歹毒，要把泱泱置于死地？
那些人简直就是疯了！泱泱活生生的一个人，他们难道看不见吗？泱泱，那你最后是怎么逃出来的？是酒楼老板送我从后门逃出来的。这老板倒是个好人，改日我们需去好好谢谢他。不用了，不用了。酒楼老板和我说了，他不用我们感谢，也不用去找他。要是爹娘和哥哥找过去，发现那是个南风馆的老板，可就糟糕了。三人露出疑惑的表情，似乎觉得有些不对，正要询问，裴无风气冲冲地抓着一个中年女人走进来。洋洋，我把散播你谣言的人抓住了，就是他。你不是府衙里负责洗衣的婆子吗？老爷饶命，小姐饶命，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没想到会被传出去，求老爷开恩啊！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泱泱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是鬼？更不可能是你口中的恶鬼。求老爷饶命，求老爷开恩，我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裴红眉头紧锁，手掌向外摆了摆手。裴无风立即上前，再次提起还在磕头求饶的婆子，把人拖了出去。大堂彻底安静下来。唉，人可以处罚，可消息现在已经传出去了，最痛苦的是泱泱。爹娘，我没事，大不了我这几天不出门就是了。只要不出门，就不用面对那些流言蜚语了，反正他也不喜欢出门。裴泱泱笑着让爹娘和哥哥安心，然后独自回到房间，关上门，脸上的笑容才渐渐散去，露出几分忧愁。但是很快他又提起精神来，给自己鼓励。别难过，裴泱泱，你已经捡回一条命了，一些流言蜚语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下午，裴泱泱乖乖待在家里，正看书的时候，听见门外传来一阵闹哄哄的声音。他没出去看，倒是二哥提着一杆长枪，气势汹汹地冲出去。不一会儿，外面就安静了下来。回来时看到裴泱泱在张望，还安抚地朝他笑了笑，不用看也能猜到外面是怎么回事。入夜，裴泱泱沐浴完，没让月莹帮他擦头发，而是独自坐在床边，任由晚风将头发自然吹干。今天来门口闹事，说要把他抓去烧死的人一共来了2波，后面似乎连和尚和道士都来了，说是要收服恶鬼的，明天不知道还要来多少。现在这个消息肯定已经传遍全京城了吧。月色下，一道黑影在黑暗中一闪而过。头发不擦干就吹风，容易着凉。谢礼，你觉得我是鬼吗？验证过了，有温度，有脉搏，泱泱不是鬼。我就知道你来找我根本没好事。听说你今天去清溪馆了？你怎么知道？谢凛没回答。裴泱泱的事他自然都会知道。事实上，今日如果不是那个清溪馆的老板突然出现帮裴泱泱逃走，他的人也会出现救下裴泱泱。不过派人随身保护的事，谢凛并不打算让裴泱泱知道。你喜欢那里的男人？你别胡说。喜欢什么样的？那个老板还是其他人？啊，你别问了。喜欢他，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我哪里不好？还是哪里不让泱泱喜欢了？他像是根本没有听见裴泱泱的回答，彻底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眼睛变成一片漆黑，有情绪翻涌着。蓝清晨，不和你说了。却没想到直接被拉着探进了他的玄色深衣中。泱泱，谢礼，你别吓我。裴泱泱颤抖着喊了一声，带着哭腔的声音传入耳中，把谢凛从爆发边缘强行拉了回来。抱歉，有点难过。我去南风馆不是找男人。哦？我是去南风馆吃饭的，你相信吗？他抬起头，认真地看着谢凛。我信，泱泱说的话我都信。只要一句解释，无论是真是假，都足够了。他的眼睛不住盯着他嫣红的唇瓣，十分克制地问：我现在可以亲你吗？不可以。亲额头可以吗？不可以。闻言，谢凛果真没有再靠近。还有刚才那种事以后都不许，否则我就不理你了。刚才什么事儿？当然是……裴泱泱气愤地瞪了他一眼，他的脸已经红到不行。谢凛看得心中欢喜。泱泱还是个孩子，时间不早了，睡吧，等到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留下一句话，谢凛迅速翻墙离开。
看着他翻墙翻得越来越熟练，裴泱泱心情复杂，决定明天就让爹爹把家里的围墙再加高些许，看他以后还能不能再翻进来做坏事。第二天一早，裴泱泱醒来后先去膳房看了一圈，发现谢凛没来，于是准备去找爹爹商量把围墙加高的事情。刚走到一半，泱泱，我回来了。裴泱泱眼睛一亮，迅速转头看去，见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快步走到他面前，然后一把拉起他的手。泱泱，我好想你啊。玉芳，你回京了。崔玉芳是裴泱泱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他们一个好动，一个喜静，但都很喜欢蹴鞠，以前就经常一起瞒着家里人偷偷跑出去蹴鞠，关系很好。你不是随你爹调任去南方了吗？前2天皇上下旨又把我爹调回京城了，我一听说你还活着，提前出发，先赶回来看你。前2天是谢凛做的吗？你回京了，以后还走吗？不知道，这还要看皇上的旨意。不过就算我爹又被调走，我也不走了，我要留下来陪着你。泱泱，你是不知道呀，我爹调任的那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哎，我一定要好好跟你说说，不然我会憋死的。好，有时间你都和我说说，我还没去过南方呢。没问题。哎，对了，泱泱，你也和我说说，这5年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现在是死而复生了吗？你来的路上都听说那些流言了吗？他们都说我是阴魂恶鬼，是回来索命的。什么阴魂阳魂，都是狗屁。我只知道你裴泱泱是我崔玉芳最好的朋友，他们说的那些我一个字都不信。你不害怕吗？我当然不怕了。再说了，你这样怎么可能是恶鬼啊？泱泱，你都不知道5年前我听说你遇害的时候我有多伤心，我当时一直不肯相信，好端端的你怎么就出事了呢？后来京城太乱了，就连皇上也仿佛疯魔了一般，我爹被调离京城，我心灰意冷，只能跟他一起离开。回忆起当初发生的事，崔玉芳眼眶一红，伤心的落下泪来。现在你回来了，我高兴都来不及，我还要和你一起蹴鞠，一起逛街呢。我也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不过最近我不能出门，等过段时间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那些人真过分，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天天来找你，在这里一样能玩得开心。崔玉芳兴冲冲地说道。约好一起蹴鞠的时间，崔玉芳便离开了裴家。送走崔玉芳，裴泱泱心情很好地回到膳房。谢凛今天也不在，本来还想好好谢谢他的，怎么偏偏今天不来了？泱泱今日看起来很高兴。玉芳回京了，她答应以后都来找我玩。崔尚书的千金，崔尚书已经回京了。是的，玉芳说崔尚书已经被调回京城，再过几天就能回来了，他以后会经常过来找我玩。爹，可以吗？当然可以，我记得你们以前关系不错，现在有他陪你，你在家里也不会太无聊。谢谢爹。裴泱泱心情好，迫不及待地想回房，等崔玉芳过来找他一起蹴鞠，早膳也吃得很快。慢点，他应当下午才会过来呢。对了，泱泱，听下人说你今天早上找我有事儿。爹，我想把院子的围墙加高，就加高3尺吧。没问题，我今天就让人去找工匠。谢谢爹。用完早膳，裴泱泱心情很好地回了房。为了哄泱泱开心，竟把外派的官员都调回来了，皇上到底怎么想的？无论如何，泱泱高兴就好。皇上疯也不是1天2天了，简直恨不得把眼珠子都搁在泱泱身上啊。也是，前几日的样子我看着都觉得心疼。不过泱泱怎么突然想起要加高围墙了？可是有什么哪里住的不舒服？我也同意加高，3尺远远不够，我觉得至少应该加到5尺高，最好是往墙头上铺满铁钉。就算防贼也不用这么谨慎吧，更何况还有小偷敢来偷咱们家嘛。就怕不是来偷钱的。当天下午，崔玉芳果然来找裴泱泱一起蹴鞠。来，泱泱，我很久没蹴鞠了，我们好好踢一场。对了，我们在你家里踢也没关系吗？会不会被你爹娘看见啊？不用担心，我爹娘现在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玩，不会有事的。那就好，这个居球好精致呀，制作它的工匠一定很厉害。很珍贵吗？当然了，不知道是哪位工匠做的。大圣会做居球的知名工匠，我大多都认识，但是看这个居球的制作手法，有点陌生，不像那几位做的。这个居球是别人放在我坟头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个居球如此贵重，我应该找到是谁送的，好好谢他才是。哎，你要是找到是谁做的，一定要告诉我啊，我也让他给我做一个，花多少银子我都愿意。两人说着，马上开始在院中玩起来，和崔玉芳踢得你来我往，笑声不断。连续2天，裴泱泱都没有出门。崔玉芳日日来找他一起蹴鞠，两人玩得忘乎所以。下午又和崔玉芳一起在院中蹴鞠，一道几日未曾听过的声音突然传来：泱泱有了新欢，就快把我忘了。谢凛负手站在院门口，只一开口，语气中的酸意就泛出来，强烈的独占欲不断沸腾。就算此时和裴泱泱待在一起的是个女人也不行。裴泱泱已经连续2日没有看见他了，此时见他出现，这反应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脚上一直踢着居球，连看都没回头看一眼。谢凛却只是笑了笑，抬脚走过去，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几日不见了，泱泱就不想来看看我吗？你不来，我如何见你？泱泱若是想，只要一句话，随时可以进宫见我。见过皇上。泱泱，这几日可玩得开心？是你让崔尚书回京的嘛？有一方陪我，我待在家里也不无聊了。你开心便好。谢谢。只说一句谢就完了？那还要如何？自然是。谢凛说到一半，考虑到崔玉芳还在旁边，裴泱泱脸皮薄，最后还是没说出口。裴泱泱才注意到他身后还站着侍卫太监和宫女，浩浩荡荡10几人，而且手里都捧着东西。你要去哪儿？不是我要去哪儿，而是我们要去哪儿。泱泱，今日陪我去参加一个宴会，可好？宴会上有很多人吗？文武百官、富商名流都会到场。我不去。有我在，不会有人敢伤你。他们不伤我，但会背后议论我，说我是恶鬼，说我是阴魂。我待在家里挺好的，我不出去。泱泱难道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反正有爹娘和哥哥在，有人陪我玩，而且玉芳也回来了，她也会来找我蹴鞠，我不出去也很开心。我记得你很喜欢热闹，喜欢参加宴会，喜欢结交朋友，喜欢看戏听曲儿，这些事情一辈子不做也没关系吗？我就算出去了，他们也会说我是恶鬼。不会的，我向你保证。男人目光灼灼，语气坚定，他既然要带裴泱泱一起去，就有这个把握。真的吗？谢凛点头，然后盯着他的眼睛，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询问：泱泱，你陪我去可好？我一个人怕被人欺负啊。你是皇上，谁敢欺负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去吧，如果到时候有人骂我，我绝对第一个离开。这是当然。谢凛摆摆手，让宫女和太监把带来的几个箱子一一搬进裴泱泱的卧房，然后自己也跟了进去。裴泱泱瞬间警惕起来，将他挡在门外。哎，你进来干什么？衣裙款式复杂，月莹不在，我帮你换衣服。变态！不要你，有玉芳帮我，我自己换。泱泱，谢凛还想再争取，砰一声，卧房的门贴着他的鼻子被关上了。他眉心皱起，半晌才终于放弃。这变态吗？裴小姐年纪尚轻，应当是对皇上有所误解。卧房中真漂亮，箱子里不仅装有一套精美的青色绣云纹衣裙，还有玉佩发簪、胭脂水粉，所能想到的东西竟然全部都准备妥当。这衣服的料子，我之前听爹提起过，好像是从南方进贡来的，每年也只能产3、4匹，这一件衣服估计就用了2匹吧。还有这玉佩，颜色翠绿，雕花精美，百年难得，好大的珍珠啊！这就是南海的珍珠吧？我以前还没见过呢。泱泱，皇上对你可真好。他就是故意欺负我，想带我出门，当然要送东西讨好我。爹和哥哥也经常这样。啊，是这样吗？哎，不管了，我先帮你把衣服换了。泱泱，你穿上这些衣服肯定很好看。月莹虽然不在，但在崔玉芳的帮助下，很快
裴泱泱换上那套十分复杂的衣裙，长长的裙带垂在腰间，衬得她更加飘逸出尘。哎，泱泱，皇上和你说话怎么一直自称我，不说朕啊？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好像一直都这样，皇上还没登基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可能是习惯了吧。这还能习惯？皇上登基前可认识不少人，面对那些人的时候，他怎么不这样啊？泱泱，我觉得你不是恶鬼，你是仙子。吱呀一声，谢林等待许久，房门终于开了。他迅速转过身，看到从里面走出来的人，刚到嘴边的话瞬间消失了。挑选衣裙的时候，谢林就已经在脑海中想象过裴泱泱穿它时的样子，但当他真的穿着自己挑选的衣服，带着他送来的发簪，他还是被惊艳了，好美。还去不去宴会呀？谢林这才终于回神，上前牵起他的手，出发。哎，等一下！裴泱泱突然叫住他，拿出一个面纱，将自己的下半张脸严严实实地挡住。好了，现在可以出发了。谢林目光微沉，但没有说什么。十几人浩浩荡荡离开裴府，马车缓缓行驶，约莫走了半个时辰才终于停下。谢林先下车，扶着他走下来，看着眼前熟悉的园林，裴泱泱微微愣住。泱泱，你还记得这里吗？来这里干什么？今天的宴会就在这里。一场专门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园林和记忆中别无二致。裴泱泱上次来得早，一进门就被大哥带到没人的别院里，这次谢林直接带他正门进入，朝着最繁华也是最热闹的庭院走去。还没进去，就听见一阵热闹的乐曲声和欢声笑语，裴泱泱顿时心生紧张，脚步一顿，不敢进去。谢林同时停下步伐，没有说话，耐心地等待他调整心态。过了一会儿，裴泱泱才终于下定决心。走吧，来都来了。谢林莞尔，拉着他走了进去。皇上驾到！李公公的声音响起，所有人瞬间朝这边看来，潮水般跪地行礼。参见皇上。平身。谢林丢出2个字，拉着裴泱泱径直穿越众人，朝里面走去。我一定要坐在这里吗？他的位置被安排在皇上身边，这里不应该是皇后坐的地方吗？不坐在这里，难道泱泱想去书房？又提这个地方，裴泱泱脸上发热，气得瞪了他一眼。所有人都到齐了吗？启禀皇上，都已经到齐了。泱泱，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后盾。耳边突然传来这样一句话，正有些疑惑，脸上的面纱突然被谢林一手扯落，裴泱泱的脸瞬间暴露在众人眼前。寂静，所有人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裴泱泱的脸，认出他的身份，表情有惊讶，有恐惧，又不敢相信。他真是变成鬼了！他不是5年前就已经死了吗？难不成真的是恶鬼？裴家人站在人群中，神色担忧。从裴泱泱被皇上带进来的时候，他们就神经紧绷，猜不透皇上到底想干什么。今天设宴，只为让众爱卿看清楚一个人。诸位，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眼前的人是谁？皇上，这位可是裴相的千金，他不是5年前就已经……泱泱，来告诉他们你是谁。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裴泱泱，我爹是裴侯，我哥哥就是裴锦州和裴无风。你5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我死了，难道就不能再复活？众人被这话惊得目瞪口呆，哪有人死了又复生的？那你现在到底是人是鬼？最近京城中的流言，朕也有耳闻，是人是鬼，自有凌云寺剑空大师来作证。剑空大师？是剑空大师？裴泱泱没听说过此人，转头看去，就一个身穿朴素僧袍的光头和尚走了出来。他走到裴泱泱面前，双手合十行礼。还请施主见谅。裴泱泱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便把手递了出去。剑空大师将手轻轻搭在裴泱泱的脉搏上，闭上眼睛仔细感受。在场所有人睁大眼睛，谁也不敢说话。剑空大师为裴泱泱把了一会儿脉，再度行礼。裴施主脉搏有力，呼吸沉稳，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声音不大，却传入了每一个人耳中。剑空大师是得道高僧，连他都这么说，难道裴泱泱真的复活了？
裴泱泱5年前遭人杀害惨死，是天理不容。这几年来朝廷动荡不安，祸事频频，这是天怒，是上天的惩罚。他的声音沉着平稳，带着威压，传入每一个人耳中，让人不由信服，频频点头。如今5年过去，天佑大顺，让裴泱泱死而复生，展露奇迹。从此以后，大顺必国泰民安，更加强盛。裴泱泱的归来，这是天照，是祥瑞，是万民之福。伴随着最后一句话，他拉起裴泱泱，共同向前走了几步，走到阳光之下。金灿灿的阳光照在裴泱泱身上，仿佛为他镀上了一层光晕。他整个人看起来都像是在发光，哪里是什么恶鬼，分明是天上的仙子。天佑大顺，天佑大顺！欢呼声一声高过一声。裴泱泱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画面，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他转头看向谢凛，泱泱，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后盾。皇上，老衲的事情已经办妥，还请先行到此。今日多谢剑空大师。裴施主身怀奇遇，你与老衲有缘，凌云寺随时欢迎您的到来。裴泱泱有些不解，但还是点头答应。如果这个剑空大师真的这么厉害，他倒是很想向他问问自己的死而复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目送剑空大师离去，裴泱泱便撞进谢凛深邃的眼眸中，顿时气从中来，白了他一眼。狗男人太坏了，还在生我的气啊？你有这些计划，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刚才你摘掉面纱的时候，简直吓坏我了。对不起啊，如果我提前说过，你还会过来吗？你就不怕剑空大师把完我的脉，发现我真的是一只恶鬼？不会，更何况如果泱泱真的是鬼，那反而更好，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泱泱藏起来，藏在我的寝宫里，待在只有我才能看到、听到、碰到的地方。毕竟像泱泱这样美的鬼，只有天子才能镇住，到时候泱泱就是我一个人的了。不许开这样的玩笑，太吓人了。谢脸笑了笑，没说话。是玩笑吗？不，他是真的这样想过的。裴小姐。这时一个轻柔的声音传来，裴泱泱循声看去，只见是一个身穿白月白软罗烟齐胸襦裙的年轻女子，缓步走来。你是？你来干什么？回禀皇上，裴小姐的事情我早有耳闻，以前一直可惜错过，今日终于见到，果然如我想象中一样，惹人怜爱。更何况裴小姐是裴左相之女，我是右相之女，理应见一见的。小女子名叫甄云露，见过裴小姐。我叫裴泱泱，你好。泱泱妹妹。甄云露上前一步，拉起她的手，却把裴泱泱吓了一跳。你不怕我？裴小姐现在是大顺的祥瑞，是大顺的幸运，我怎么会怕？而且当初听到传闻的时候，我就不相信那些流言，就算没有今日的事，我也想与你交个朋友。好呀，我就喜欢交朋友。那泱泱妹妹，以后有时间我去裴府找你，如何？好呀，你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玩。旁边的谢凛却眉心微皱，表情有些不快，将裴泱泱的手拉回来，放在自己手里。泱泱想玩什么？为什么不叫上阵？才不叫你，你一来就会捣乱，我只要云露来。上次促区，难道泱泱不喜欢？裴泱泱的脸顿时更红了。两人平时就是这样，无论是以前谢凛还是太子的时候，还是5年后谢凛登基，裴泱泱死而复生，两人的相处模式都没变过，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却让旁边的甄云露看得心中震惊。事情已经解决，今日的宴会才刚刚开始，朕让人准备了很多活动，泱泱想去看看吗？我确实挺好奇的。上次去踏青，裴泱泱没玩尽兴，这次在谢凛的带领下，他把庭院中所有游戏都玩了一遍，玩得乐不思蜀。上次来的时候，我一直躲在后面，没想到这个宴会这么好玩，还有这么多游戏，我都不知道。你要是喜欢，以后再设。还是算了，总不能天天参加宴会吧。林哥哥，今天的事谢谢你。今天已经是你第2次道谢了。那你说要我怎么谢你？亲我一下。你不要再戏弄我了。他感觉谢凛是在开玩笑，可抬头看向他，裴泱泱被那直白的眼神看得浑身发热。他竟不是在开玩笑，
裴泱泱犹豫片刻，她轻轻踮起脚尖，在他的脸颊落下轻轻一吻，一瞬的时间，然后迅速退后。我想去下围棋了。好，我带你去。两人一同离去。树林中，一个身影慢慢出现。甄云路看着两人离去的方向，脸上写满震惊，微微蹙眉，若有所思。因为在宴会中玩了太多游戏，精疲力竭，裴泱泱第二天睡到日晒三竿，才终于起床。叶莹，娘的生辰快到了，我们去逛逛，帮娘挑选礼物吧。小姐真的要出门吗？万一被人发现？没关系，我可以戴上面纱，只是买了东西就回来，不会耽误太多时间的。很快，戴上面纱，和月莹一起悄悄从门口走了出去。你是裴小姐吧？我不是，你认错人了。没错，就是你。以前你来我的店里买过东西，我绝对不会认错。裴小姐，裴小姐在这里，就是之前传闻中的那个裴小姐，她竟然在这里！快找到她！裴泱泱一听这话，顿时慌了，一把拽起月莹准备跑，却没想到路被堵得严严实实。你们想干什么？别过来！你们要是敢抓我，裴家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哎呦，裴小姐，我们怎么会抓你呢？我们还来找你祈福的。祈福？什么意思？哎呀，裴小姐，您现在可是大顺的祥瑞，是福星，我们都想沾沾您身上的福气。裴泱泱彻底愣住，这才发现众人的眼神并非敌视，而是羡慕和崇拜。是昨天宴席上发生的事情传开了吗？没想到才过去一晚上，竟然全京城都知道了。你们要怎么沾福气？那人立即抖出一个荷包。小人想请裴小姐摸一摸我这个荷包，给它开开光，可以吗？就这样。对方立即激动起来，高高捧着荷包往外走。裴小姐帮我荷包开光了！裴小姐帮我荷包开光了！周围人群顿时骚动起来，纷纷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递到裴泱泱面前。七嘴八舌的声音不断响起，裴泱泱被围在中间，只要不是把他抓起来去超度，不太过分的要求，他都点头答应。不一会儿，人群就自发排起队，纷纷等着沾裴泱泱的福气。裴无风刚从军营回来，马车行至街市，却被堵得水泄不通。怎么回事啊？今天这里有什么活动吗？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呢？启禀将军，听说这里有仙女下凡，大家都在排队让她开光，沾沾福气。胡闹！这世上怎么会有仙女呢？简直就是歪门邪道！气冲冲地朝人群走去，准备去会一会那个什么仙女。仙女可真灵验，还帮我题了字，以后我挂在家中，可以保佑家宅平安。她刚才还夸了我呢。裴无风听着不屑，对身边的侍卫道：这些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无知草民才会相信。说着走到人群中心，抬眼一瞧，看见队伍的最前头，一个身穿白色襦裙的少女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她动作猛地一顿，扭头便往外走。将军去哪儿？我去排队。这仙气他也想沾一沾。裴泱泱也没想到自己出趟门竟然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微臣参见皇上。你之前送来的公文朕已经看过了，这是里面出现的问题，你先看看。裴景周一惊，那可是整整5年的吏部公文啊，他这就看完了。接过来迅速翻看，惊讶地发现皇上所说并非为虚。你有什么看法？裴景周深吸一口气，然后根据上面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议。皇上微微点头，可以，就按照你说的办。说完立即拟了一道圣旨，雷厉风行。裴景周接过圣旨，正准备离开。泱泱现在如何？昨日宴会中的澄清已经慢慢传开，百姓对他的看法应该会有所改变。好多了。今天泱泱出门的时候被人认了出来，很多人抢着跟他握手，都想沾沾他身上的仙气。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仙女呢。握手？可不是嘛。队伍从街头排到街尾，还好裴无风路过，才把他从人群中解救出来。现在已经没人要把泱泱抓起来了，反而很喜欢他。说完却见皇上已经许久没有反应。皇上，还有其他事吗？若是没有，微臣就先回去了。回去吧。裴景周一刻也没有停留，迅速拿着圣旨离开。当御书房中只剩下谢礼一人。握手吗？裴泱泱和二哥裴无风一起逛了几家铺子，两人一直到傍晚才买到心仪的礼物回家。吃完晚饭，
裴泱泱早早就睡了，因为今天的经历，她连做梦都很开心。晚风吹过树梢，一个高大的身影自夜色中而来，越过窗沿，来到裴泱泱的床边。床上的裴泱泱还在睡梦中，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他就这样站在床畔，低头看着睡梦中的人。片刻后，从怀里拿出一方手帕，拉起裴泱泱放在身侧的手，细致地帮他擦拭起来，像是要将其他人的痕迹全部擦掉。泱泱今天真的很不乖，怎么能碰别人的手呢？是这只手还是这只？他擦完一只手，又拿起另一只手擦拭，动作很轻很轻。真想把那些碰过泱泱手的人都抓起来，砍了他们的脑袋，让他们一辈子也不敢肖想。如果我这样做，泱泱会害怕吗？会不喜欢我吗？可是泱泱的手只有我碰，只需要我碰，对不对？谢林仔仔细细帮裴泱泱擦干净双手。你不是他们的仙女，是我一个人的。微风吹来，吹散了这句话。房间窗户重新被人关上，房间里的一切恢复如初，仿佛从来没有人出现过。第二天一早，裴泱泱早早起床，让月影准备好香油钱和素斋，乘坐马车朝凌云寺而去。这位施主，剑空大师已经等待您多时了。是在等我吗？你没认错人，来者可是裴泱泱裴施主。裴泱泱瞬间信服，立即跟着他朝里面禅院走去。这剑空和尚不愧被称为大师，果然佛法高深，竟能知道他今日会过来。裴泱泱在小沙弥的带领下走进其中一个禅房，前日在宴席上见过一次的剑空大师正盘坐在蒲团上。裴施主来了。大师怎么知道我今天会来？你我有缘，裴施主今日来是有什么事想问老衲吧？剑空大师，您相信我是死而复生吗？我为什么会复活？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天既然这么做，就一定有其中的道理。裴施主现在不知，是因为时候还没到。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很快。我今天来找大师，也想亲自感谢大师那天的帮忙，多亏了大师，才能洗清我身上的恶名。我想知道大师那天说的那些话，是不是皇上让您说的？我现在到底还是不是人？出家人不打诳语，施主确实是人，而且老衲出面并非因为皇上，而是因为施主你。老衲和施主有过一面之缘，5年前在施主死后，皇上曾请老衲去为施主招魂。裴泱泱睁大眼睛，在他死后，谢凛曾经试图给他招魂，这句话简直就是一道惊雷，超乎裴泱泱的想象。那时裴施主身死不到3天，身体存放在冰室之中，看起来就和睡着一样。皇上当时尚未登基，命令老衲为施主招魂，将您的魂魄召回。5年前第一次见皇上，老衲回凌云寺之后，曾经夜观星象，算过一卦。当时代表太子的紫微星气数大变，隐隐有变成恶星的迹象，那是大顺将亡的征兆，天下必定动荡不安，生灵涂炭。5年后，皇上请我在宴席上为裴施主作证。当天晚上，我再次夜观星象，恶星周围不知何时出现一颗半星，光线微弱，闪烁不定，却在慢慢影响恶星周围的气数。灭世征兆已经有了破解之法。裴施主的复活，让皇上的命格也发生了改变。裴泱泱听得心惊。大师说的是谢礼有毁灭天下的可能，但是因为自己的复活，让事情出现了新的转机。如今大顺的未来，天下的未来，都在裴施主一个人手中。可我一个普通人，怎么就是我不懂治国，也没有兵马，我什么都不懂啊。剑空大师只是看着他轻笑，然后继续闭目念经。裴泱泱等了一会儿，见他真的不再开口，只好起身告辞。走出禅房的时候，整个人还是迷迷糊糊。裴小姐，甄姑娘，你怎么也在这里？我时常会来凌云寺上香，没想到竟然在这儿遇到了裴小姐。你也是来上香的吗？
我来找监控大师有点事，已经准备回去了。最近京城里的事我都听说了，说裴小姐是仙女下凡，所有人都围着你沾仙气呢。今天呢，我可要好好来沾一些，希望一切顺遂。这些都是他们胡说的，甄姐姐，你就别取笑我了。裴小姐不用谦虚，这是皇上亲口所言。这时，一个小沙弥捧着祈福箱走过来。施主都已经准备好了，住持就在大殿，只等施主过去就可以开始祈福。甄姐姐，你今天是来给谁祈福的？这金色的香是你的吗？我今日是为皇上祈福的，所以请住持亲自出面，希望一切顺利。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为皇上祈福？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没出什么事儿，裴小姐不用担心，只是我以后可能很难再来凌云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想多求一些。为什么不能来？凌云寺就在城外，距离不远，要是想来，随时都可以来呀。入了宫是很难再出来的。入宫？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突然入宫？我们小姐和皇上已有婚约，是钦点的皇后，再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入宫了。等当了皇后，当然不能再随意出宫。入了皇宫，当上皇后，裴泱泱愣在当场，半晌才回过神。皇上和甄姐姐订了婚，我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先帝与我父亲相识数十年，还未登基前便许诺，甄家女儿与皇上有一姻缘，必能成为皇后。如今皇上已经登基，甄家只有我一名女眷，所以我们之间的婚约应当是这样了。这件事皇上知道吗？知道。那他怎么说？他什么也没说。裴泱泱安静下来，等小沙弥再次催促甄云露去上香，他才匆匆告辞，叫上月莹一起离开。小姐，您和监控大师见面还算顺利吗？月莹，你知道吗？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明明已经有了婚约，却从来不告诉他，还偏偏来招惹他。裴泱泱又气又恼，心里还升起一阵委屈，以后都不想再理会谢林了。他走得飞快，下了山，进入京城后，没注意到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一头撞在别人背上，咚一声，疼得他皱起眉，眼泪差点掉下来。啊，是女鬼姑娘啊，不，现在应该叫你仙女姑娘。蓝老板，你别取笑我了。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姑娘是仙女下凡，我说的可不是假话。蓝清晨手中的折扇轻轻摇了摇，注意到裴泱泱眼眶中含泪，眉心微微蹙起。我把你撞疼了吗？让仙女落泪，我可是会下地狱的。不是因为这个，对不起，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清溪馆最近推出了新菜色，姑娘想去试吃看看吗？有仙女临门，清溪馆的生意肯定会越来越好。上次是我害了你们的生意，要是能帮到你们，我肯定去。说完，见时间还早，和他一起去朝清溪馆走去。小姐，我们又要去清溪馆吗？要是被老爷和夫人知道，肯定会生气的。而且皇上也说不要提起他，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管不着我。月莹惊讶，皇上是天子，管天下人，怎么会管不着？小姐平时还挺听皇上话的，今天是怎么了？很快，三人来到清溪馆门外，这里竟然有不少客人。这多亏了姑娘，自从你仙女的名声传开之后，人人都知道你曾到过清溪馆吃过饭，都想来沾沾仙气，店里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当然，我说的是白天，晚上的生意嘛，小孩子还是不知道的好。我已经不是孩子了。那姑娘几岁了？我不知道。你看自己几岁了都不知道，可不就是小孩子吗？裴泱泱无言以对，这次没有点菜，蓝清晨直接让店伙计把几个店里新出的菜色送过来。今天我请客，帮我试试新菜合不合口味。我来你们店2次，好像1文钱也没花过，这算不算霸王餐呀？一切的馈赠都在暗中标注了价格，也许姑娘早就已经付出了代价。什么代价？蓝清晨没有解释，只是缓缓一笑。你们总是这样欺负我，什么都不肯说。上次姑娘离开清溪馆的时候太过仓促，情况紧急，后来我一直很担心你的安全，现在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当时多亏你的帮忙，我回去的很顺利，路上没遇到什么危险。就是回去之后，在家躲了好几天，昨天才终于敢出门。还好朋友每天来找我一起蹴鞠，不然我肯定会憋死的。哦，你喜欢蹴鞠？当然，我最喜欢蹴鞠了，而且还踢得不错。哈，我还以为像姑娘这样的大家闺秀不会喜欢蹴鞠这样的运动。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家闺秀。姑娘这么喜欢蹴鞠，有没有兴趣参加一场比赛？什么比赛？在哪儿？都有什么人参加？我也可以去吗？哈，那当然是女子蹴鞠比赛，所有女子都可以参加。如果你想参加的话，我们强烈欢迎。想去。我可以再叫上朋友吗？他踢得也很好。可以，从明天开始你就到居城来，开始进行组队和训练。离开清溪馆时，裴泱泱喜不自胜，没想到他竟然可以参加蹴鞠比赛，不知道明天会有多少去参加，还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崔玉芳，他肯定也会去。回到家，裴泱泱马上写了一封信，让月莹送去给崔玉芳，告诉他蹴鞠比赛的事。晚上，崔玉芳回信，果然答应明天和他一起去。月莹，明天我要早起，先在家练习一会儿，然后再去居城，记得早点叫我起床。叮嘱好月莹，裴泱泱躺在床上准备早早入睡。不知过了多久，还没睡着，却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外面的人似乎想打开窗户，尝试几次失败之后停下了动作。泱泱，裴泱泱本来紧张的心情一瞬间放松，变成不满，一声不吭，拉着被子又重新躺了回去，装作没听见。泱泱，我知道你没睡着。裴泱泱还是不答。泱泱，你还在生我气吗？是因为真云路？你打开窗户好吗？我可以和你解释。谢里的声音不断从外面传来，语气放得很低。泱泱，求求你和我说句话吧，不要不理我。你走吧，我要睡觉了。泱泱，甄家的事我可以解释，你可以让我进去吗？我解释给你听。甄姐姐说献帝许诺过她当皇后，是真的吗？是真的。房间里再次变得安静。但这是他们的约定，与我无关。泱泱，开门好不好？不开，我要睡觉了。泱泱，娘说我刚刚死而复生，要养好身体，不能熬夜，万一我又突然死了怎么办？死，这是他恐惧的一个字。5年前的画面再次浮现在脑海中，仿佛有一只手瞬间攥着他的心脏。泱泱要休息，泱泱要养身体，不能打扰他，不能打扰他，不能打扰他，不能。居城位于京城西面，不算偏僻，附近有花市和酒楼。两人一进去，里面已经站了不少人，放眼看去都是熟面孔，好几个人以前还和裴泱泱一起玩过蹴鞠，大家一见面很快就熟悉起来。听说这次的蹴鞠比赛一共有4个队伍参加，为了出好成绩，还专门请了教练帮我们训练呢。那个教练可是传说中的蹴鞠天才，不仅长得好看，蹴鞠也踢得很好。我朋友只是被他指导过几次，现在已经突飞猛进了。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大家久等了，我就是你们的教练蓝清晨。你就是传说中的蹴鞠天才？转头看向其他人，大家似乎早就知道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而且好几个女生一看见蓝清晨出现就面红耳赤，害羞的连看都不敢看他。难道你觉得我不像吗？回侍郎，朕之前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冰冷的声音响起，所有官员下意识颤抖了一下，明显感觉到来自皇位上的压力。今天皇上的心情似乎很不好，有一种随时会抓2个出去砍头消消气的架势，所以大家都谨小慎微，不敢犯错。偏偏裴景舟像是根本没发现一样，笑着走上前，开始汇报自己这段时间的调查结果。汇报完，又无视他的目光，重新退回去。大殿上一度寂静无声，生怕上面那位疯帝发作。好在他最后也没做什么。退朝的时候，所有官员都成功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快步往外走。回侍郎留下。皇上冰冷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他的步伐不得不停下。等到其他官员都离开，他无奈转身，对昔日同窗当今皇上行礼。啊，皇上还有什么吩咐？泱泱这2天怎么样？泱泱很好啊，和平时一样。皇上为什么这么问？
没什么，许久没见他，不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听见这话，裴景舟疑惑地看了龙椅上一眼。许久，不是宴会那天才见过吗？满打满算也才2天吧。啊，泱泱要参加女子蹴鞠比赛了，到时候我们全家都打算给她加油。裴景舟越说越高兴，谢凛却垂下眼眸，目光中多了几分落寞。他亲口告诉你们的吗？当然，皇上，如果没有其他事，微臣还要回家陪泱泱训练，就先告辞了。见皇上没见再说话，裴景舟拱了拱手行礼，迅速离开大殿。此时空旷的大殿中再无其他人，寂静无声，显得格外寂寥。来人！黑影一闪而过，一名影卫便跪在了大殿中，等待差遣。去查一下泱泱参加了什么比赛。是，皇上。小心一点，别惊动了他。这个时候不要收力，用腰腹的力量踢出去。是这样吗？裴泱泱学着他的样子，右脚蓄力，用尽全力踢出脚边的鞠球，却没想到身体一歪，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小心！电光火石之间，一个身影迅速冲过来，在他摔在地上之前，稳稳扶住了他。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我是你的教练，当然要保护好你的安全。好了，你刚才做的还不错，不过下一次啊，要注意保持重心，可不要在比赛的时候摔倒了。我会小心的。说完，拿起鞠球，快步朝崔玉芳跑去。玉芳，我们一起练习吧。可是，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站在阴影中，双眸漆黑的仿佛化不开的墨。刚才裴泱泱差点摔倒的时候，谢凛第一时间要冲过去救人，却因为距离太远，还是晚了一步。然后裴泱泱被那个男人接住了，他的腰被那个男人肮脏的手抱住。谢凛不受控制地想着，阴暗的情绪在脑海中疯狂蔓延，吞噬他的理智，他的思绪，他的一切。李公公能明显感觉到一股寒气正在疯狂蔓延。皇上，要过去看看吗？不必了。谢林整个人站在黑暗中，深深看了一眼场内正在蹴鞠的裴泱泱，忽然转身离去。裴泱泱在居城一直练习到下午，直到家中命月迎来几番催促，他还有些舍不得走。比赛之前，我们每隔2天就会在这里训练，你要是想来的话，随时可以过来。那你也会来吗？只要你需要，我就会过来。好，那明天还在这里，我们不见不散。兴高采烈地和月莹一起离开，上了马车。小姐，老爷都派人来喊您3回了，您要是再不走，老爷和夫人就要亲自过来了。真不知道蹴鞠有什么好玩的，一群人追着一颗球，又是在地上打滚，又是跑来跑去的，不累吗？当然不累，做喜欢的事怎么会累？我蹴鞠就和月莹你做女工一样，你做女工的时候是不是不会觉得累？好像确实是这样，不过小姐肚子不饿吗？都这么晚了，等回到家估计天都黑了，你还没吃饭呢。现在想想确实有点饿了，不过爹说饭菜都已经备好，我们一会儿去就能吃，别担心，马上就到了。两人有说有笑，马车沿着街道缓缓前行。不知过了多久，估摸着快到家的时候，吱呀一声，马车突然停了。怎么停了？张伯，已经到裴府了吗？说完，外面没有丝毫回应。怎么回事啊？月莹准备出去看看，裴泱泱却感觉眼前的场景异常熟悉，她之前好像也经历过同样的情况。正回忆着，思绪突然开始变得缓慢，就连视线也跟着模糊起来。裴泱泱晃了晃脑袋，试图清醒，但没撑过2个呼吸，身体一软，斜朝地上倒去。就在他快要倒地的时候，一只手从马车外伸进来，稳稳拖住了他。而另一边，月莹已经彻底昏了过去。马车停在巷子里，无声无息，安安静静，足足过了半个时辰，里面才终于传来响动。月莹悠悠醒来，依旧感觉头昏脑胀。小姐，刚才是怎么了？我的头好晕啊。他问了一声，没得到回答，转头看去，却发现马车里只有自己，顿时大惊失色。空气中浮动着淡淡幽香，闻了让人心旷神怡，还想再睡一会儿。泱泱，别睡了，先起来吃饭，好不好？几乎是在一瞬间，裴泱泱倏地睁开眼睛，入目是一片大红的颜色。首先看到的一个很大的喜字，红艳艳地贴在床头上，周围有红色帷幔点缀，长长的牵在房间4个角落。除了床，
房间不远处还放着一个又长又大的方形东西，这分明是一间婚房。裴泱泱心中震惊，看向眼前的谢凛，发现他竟然也是一身喜服。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刚才不是在训练吗？怎么会在这里？思索着，记忆迅速回笼。裴泱泱猛地睁大眼睛，低头检查自己的情况，身上的衣服没变，还是之前穿着训练的那套。我只帮你清洗了脸和手，至于更多的地方，我才不用你帮忙。这里是什么地方？我睡了多久？可谢凛却好像根本没听到他说话一样，起身端着一碗粥过来。泱泱还没吃饭吧？喝一口粥暖暖胃。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月莹呢？她去哪里了？泱泱尝尝看，合不合你的口味？从醒来开始，他的所有问题都被无视。裴泱泱皱起眉，气得一把将他推开。我不吃。装满热粥的碗摔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裴泱泱见他盯着地上的粥不动，也不说话。我不是故意的，你派人送我回去，家里给我准备了饭菜，你以后也别来找我，我不想再见到你。那你想见谁？蓝清晨吗？你在说些什么呀？我是让你送我回去。你喜欢他吗？裴泱泱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这时才注意到谢凛的样子有点奇怪，那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他，眼睛里的黑暗就直面着他。当今皇上他疯了，从5年前就疯了。泱泱，离他远一点儿。我们想把你送出京城，不被皇上找到。皇上已经不是当初的皇上，更不是你的领哥哥了。泱泱，他现在就是个疯子。我把他碰过你的那只手砍下来送给你，好不好？你在开玩笑吗？谢凛微微扬起唇角，刚才握过汤匙的手轻轻放在裴泱泱的腰侧，时有时无地摩挲着。他碰过这里，我不喜欢。谢礼，你疯了吗？裴泱泱气冲冲地将他推开。你把我锁起来了。泱泱太喜欢乱跑了，我经常找不到你，就这样待在朕的身边，好吗？林哥哥，我不喜欢这里，这里太黑了，你能带我去其他地方休息吗？求求你了，林哥哥。等婚礼结束，我会送你出去，再选一个泱泱喜欢的地方。什么婚礼？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婚房，我们成亲的地方，喜欢吗？他高兴地和裴泱泱介绍着周围的每一处布置，都是他精心准备筹备多年。我从5年前开始准备这一切，其实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完成了，应该早点带你过来的。5年前，那时候我不是死了吗？对啊，泱泱那时候已经死了。正在发愣，谢凛拉着裴泱泱来到房间另一边，那个他从刚开始就十分在意的巨大长方形东西面前，这是一口棺材，而且从棺材的大小来看，还是一口双人棺。这个本来是为我们2个打造的，刚好可以躺进去2个人，不过现在泱泱活过来了，用不上了。不，我不要。谢礼，你吓坏我了，我害怕。泱泱不喜欢吗？不喜欢这里吗？我可以让他们改。我全部都不喜欢，我要回家，放我回家，我不要在这种地方。为什么要走？这里不好吗？我们就一直待在这里，永远待在一起。泱泱，别走，陪在我身边好不好？不要，我不要待在这里。是因为蓝清晨吗？你想去找他吗？你喜欢他？他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在居城看到的那一幕，眼底闪现凶光。想把那个人杀了，想把裴泱泱留在身边，想他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能听到，能触摸到。这些阴暗的念头疯狂滋长，但下一刻他撞见裴泱泱惊恐的眼睛里，他吓坏他了。对不起，不要喜欢他了，喜欢我好不好？裴泱泱不明白他们2个的事为什么总是扯上蓝清晨。泱泱以前说过喜欢我的，你12岁的时候就在中青晚宴上，还记得吗？我当时只是想谢谢你，随口说的。我当真了。可是我一直把你当哥哥。谢令缓缓一笑，低头亲吻他的点头，温声纠正：不是哥哥，是夫君。时间差不多了，泱泱该换喜服了。如果泱泱想回家，等成了亲，我亲自带你回去，一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不，我不要。泱泱想休息的话，我来帮泱泱换。你要干什么？谢灵，你不能这样对我，放我回去吧。我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再来找你了，我发誓。泱泱别怕，我不会弄疼你的。
裴泱泱不断后退，跌坐在床上，大红的帷幔扬起，平添几分不合时宜的旖旎。他却怕极了，还在不断后退。谢林，谢林！他不断喊着他的名字，希望能帮谢林找回理智，但对方的目光却坚定无比，手指轻触上他的腰带，竟然真的要帮他换衣服。疯了，都疯了！他用力挣扎，却还是挣不开对方的束缚。裴泱泱一把拔出头上的发簪，闭着眼睛胡乱刺了出去。听一声闷响，裴泱泱一惊，倏地睁开眼睛，他手中的发簪已经刺入谢林胸口，鲜血涌出。谢林似乎也没有想到，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泱泱，我不是故意的。谢林松开了对他的束缚，扶着床缓缓坐在地上。他闭了闭眼睛，眼底的疯狂渐渐褪去，恢复了些许冷静。转头看到裴泱泱惊恐缩在角落，知道他是被血吓到了，用手遮住自己的伤口。泱泱别怕，我没事儿。这句话重新召回了裴泱泱的理智，他顾不得其他，连忙爬过来，着急的要查看他的伤。你怎么样了？让我看看，流了好多血。御医呢？快叫御医进来！不能叫御医。裴泱泱刚要反驳，突然反应过来，大顺皇权至上，胆敢伤害龙体者，必处以极刑。别怕，不会有人知道的。看出他的害怕，谢林再次开口安慰。金疮药在柜子第3层，泱泱可以拿过来给我吗？好。裴泱泱连忙点头，跑到柜子旁翻找，拿着金疮药和绷带回来的时候，泱泱别看。可这个时候，裴泱泱怎么可能不看？跪坐在谢林身边，睁大眼睛盯着他的伤口，发簪拔出，鲜血瞬间涌出，染湿了他的胸膛，刺痛裴泱泱的眼睛。等到谢林给伤口消完毒，解开衣襟，裴泱泱立即上前，将金疮药撒在伤口上，一层又一层。可每次撒上去，金疮药都会被涌出的鲜血冲走，根本起不到止血的作用。怎么办？怎么办？再试试。裴泱泱再次将金疮药撒上去，出血量变小，终于没有被冲走，止住血了。刚才我点的是断红穴、血海穴和中都穴，可以快速止血。刺杀皇上，损伤龙体，我会死吗？不会，我不喜欢从你嘴里听到这个字。可是流了这么多血，就算被发现，也是我不小心，与你无关，是我的错，你只是被我吓坏了。你要把我关在这里多久？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囚犯了吗？不是，你是我的爱人、妻子，你是我的皇后。裴泱泱愣住，抿了抿嘴唇，没说话。我会送你回去。真的？什么时候？现在。那你的伤怎么办？小伤而已，不过待会儿我要先处理这里的痕迹，不能被人发现这些血迹，不能亲自送泱泱回去了。我现在就可以回家了吗？可以了。谢林扶着桌子站起身，重新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这盖住身上的血迹，除了脸色因为失血而有些苍白，已经看不出他刚刚受了伤。走吧，我送你出去，把泱泱送回去。是，皇上。裴泱泱立即要跟过去，刚走一步却被谢林拉住。怕我吗？裴泱泱想到今天晚上经历的种种，老老实实的点头，不敢看他。对不起，吓到你了。今天的事儿，除了我和你，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这是我们的秘密。明明是要处以死罪的事，却被他说得仿佛情话。目送裴泱泱和影卫一起离开，直到彻底消失在视野中，谢林转身又重新回到密室之中，看着大红的装饰和满地狼藉，目光苦涩。哼，真是狼狈啊。回到裴家，还没进去，他就听见里面乱哄哄的。快去找，一定要把泱泱找回来。到底是谁竟然敢在京城中抢人？还能有谁？我猜一定是宫里那个狗皇帝干的。皇上之前确实带走过泱泱一次，但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偏激的手段。月英和车夫都是被迷晕的，我就怕有其他人想对泱泱不利。爹，我马上带人出去再找一遍，时间耽搁的越长，泱泱就越可能有危险。如果再找不到，我们就杀进皇宫。好，走。裴泱泱听到这里，刚好抬脚走进去，看到站在院中的爹娘和2个哥哥，心头顿时一酸。爹娘，哥哥，泱泱，
四人连忙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着急的上下打量。洋洋，你没事吧？让娘看看，有没有受伤啊？洋洋，是谁把你带走了？有没有受欺负？洋洋，裴小姐已经安全送到，告辞。看到他，裴家人还哪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裴洋洋果然是被谢凛带走了。果然是那个疯子干的，他到底想对我妹妹做什么呀？别以为他是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逼急了我，把他的龙椅也一起掀了。洋洋，你怎么样了？皇上突然把你带走去干什么了？他有没有对你怎么样？我没事。洋洋，你别怕，有爹和娘在。孙氏担忧地拉起裴洋洋的手，突然注意到他袖子上有一片红色血迹。这是什么？血！洋洋，你受伤了，快让娘看看哪里伤着了。哪里受伤了？快去叫大夫来。不用叫大夫，我没有受伤。那这血是？我真的没事。爹娘哥哥，我累了，想回去休息了。好，我让人去给你烧水，沐浴更衣之后再休息。一边说，拉着他朝里面走去。父子三人则站在原地，看着裴泱泱离去的背影，眉头紧锁。你们有什么看法？泱泱是被皇上带走的，现在又连夜送回，那就是代表出事了。看泱泱的样子，他确实没受伤，那血迹就只可能是……伤了皇上是死罪呀！泱泱明显是被欺负了，不得已才出手，要怪也是怪皇宫里的那个疯子。泱泱有什么错？他要是敢用这件事儿来治泱泱的罪，我第一个不服。先不着急，皇上既然第一时间将人送回，没有把事情传扬出去，应该就是不想追究。刚才泱泱不愿回答，应该也是受到他的指示。没错，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千万不能传扬出去。狗皇帝都把泱泱吓成什么样了？看他刚才的脸色多白呀！裴泱泱坐在浴桶里，红色的花瓣飘在水面上，空气中有让人安神的香味，都是他平时最喜欢的，但今天却有些魂不守舍，脑海中一直浮现出谢凛受伤的样子。他现在怎么样了？受伤的事有没有被发现？密室里那些东西该怎么处理？他心情有些乱，一会儿是对谢凛疯狂的行径感觉到害怕，一会儿是对自己伤了他觉得内疚。受伤的人明明是他，却还反过来安慰他，就连那个被当成凶器的发簪都被他带走了。一夜没睡，裴泱泱不觉得困，反而因为思虑过重，头开始隐隐作痛。崔玉芳一大早就来约他一起去训练。玉芳，我今天不去了，你自己去吧。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没事，就是昨天训练太累了，休息一天就好。哦，那你在家好好休息，等我学会新技巧，第一时间告诉你。送走崔玉芳，裴泱泱又在家等了一会儿。临近中午，去上早朝的父亲和哥哥终于回来，三人的表情有些凝重。裴泱泱不知他们已经猜到真相，旁敲侧击着询问谢凛的情况。今天早上一切顺利，没出什么大事，倒是皇上的脸色不太好，看起来也没什么精神，所以早朝结束的比较早。皇宫里那么多御医，还有宫女太监，要是皇上不舒服，肯定能第一时间发现，能照顾好他。裴泱泱的脸色却丝毫没有好转。为了隐瞒刺伤皇上这件事，谢凛不会把受伤的事告诉别人，就算有御医也看不了他的伤。泱泱，你今天没去蹴鞠训练吗？不如出去玩一玩，我派人保护你。今天我想在家里休息，没去。裴泱泱简单回了一句，又开始询问皇宫中的情况，着重询问太医院、御林军和大理寺，都得到没有任何变化的回答。这么说，应该是没人发现。谢凛把后续处理得很好，真的没有让任何人发现。泱泱，皇上的身体很壮实，以前我和他一起出去打过猎，就算是受了伤，他也能处理，自己换药，自己包扎，手法很老练。中午，李公公突然来到裴府，他一进门点名要找裴泱泱。泱泱正在休息，不方便见客，李公公请回吧。裴大爷，奴才今天过来呀，不是奉皇命，
也不是为了别人，是奴才自己要来的。皇上也并不知道奴才过来。裴大人请放心，奴才只是想和裴小姐说几句话。什么？说话？说什么话？这话还得奴才亲自和裴小姐说才管用，还请裴大人通融。奴才绝对不会做伤害裴小姐的事儿。一盏茶时间后，裴泱泱坐在李公公对面，有些疑惑。李公公，你找我？还请裴小姐入宫一趟，劝劝皇上吧。是他让你来的？奴才是自己来的。从今儿个早上，皇上的脸色就不太好，奴才刚想叫御医，皇上却也不让，硬撑着上了早朝。回去后就一直批阅奏折，直到现在也没休息，早膳和午膳都没吃，眼瞧着精神头是越来越差，脸色也越来越不好。奴才这才求裴小姐入宫一趟，劝劝皇上，就算不叫御医，也应该吃点东西。再这样下去，身体会熬坏了的。他不吃饭，你来找我干什么？换几个好吃的菜，也许他就会吃了。不是没换过好几轮了，可皇上一筷子也不动啊。奴才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裴小姐的。平日里皇上最听裴小姐的话，若是裴小姐去了，劝上一劝，皇上肯定会听的。就算我去了，他也不会听的。会听的。记着以前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不喜欢吃肉，身体不好，谁劝都不听。后来也是裴小姐一句话，皇上从那时起就开始吃肉了。有这回事吗？奴才打小跟在皇上身边，看得真的。那会儿裴小姐年纪小，长得胖乎乎的，像沟书上的桃子，便让皇上抱念，最后都摔了一跤，气得直哭。隔日您看见皇上的膳食，说皇上抱不动您是因为他不吃肉，长得太瘦了，才不是因为您胖的。自打那天起皇上就开始吃肉了，身体也渐渐好了起来。听他这么一说，裴泱泱才慢慢回忆起来，似乎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还有那次皇上说要出宫，他一件事一件事说来，每一件都是自己说什么，谢凛就马上乖乖听话，让他心里怪异无比。这些事儿他以前怎么没发现？李公公说的口干舌燥，差点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哎呀，裴小姐，皇上现在正在宫中呢，照这个熬法，身体肯定受不住啊，万一染上风寒，那可就糟糕了。裴泱泱心里清楚，谢琳可不是染上风寒那么简单，她是受伤了。裴小姐，好，我跟你一起去。马车已经在门外候着了，裴小姐现在就可以出发。得知裴泱泱决定入宫一天，爹娘和哥哥都目露担忧。要不哥哥陪你一起去，免得那个人又欺负你。不用了，我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启禀皇上，李公公有事禀报。就在外面说。李公公传来消息，裴相家的三小姐正在来皇宫的路上，想面见皇上。就在这时，御书房的门突然被人从里面打开，从下早朝就没出来过的皇上一个箭步走出来。他到哪里了？奴才从裴府过来的时候，裴小姐的马车刚刚出发。他去裴府了？谁让他去的？李公公是担心皇上的身体，才去裴府请裴小姐进宫，希望能劝劝皇上。混账！朕的事儿用得着他一个奴才来管吗？听皇上的意思，难道是不想见裴小姐？那要不要去通知李公公，趁裴小姐还没入宫，再尽快把她送走？你现在就去朕的库房。是。取500两黄金。是。拿去赏给李公公。是。裴泱泱刚到未央宫门外，抬头看到这匾额有些犹豫。昨天晚上他就是被关在未央宫的密室里，现在一来到这儿，脑海中就浮现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哎呦，我的小祖宗！裴小姐，快跟奴才进去吧，皇上还等着呢。皇上的情况真的很严重吗？严重，特别严重。裴小姐您不知道，这几年皇上的身体是越来越差，隔3差5的就会生病，夏天中暑，冬天伤寒，一年到头没几天身体是好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奴才一直伺候在皇上左右，
对皇上的情况最清楚不过了。咱们快去看看皇上吧，没时间了。好吧。刚迈出一步，就见一道玄色身影飞快地从里面冲出来。泱泱，眨眼功夫，谢凛就已经冲到眼前。裴泱泱仔细一瞧，这叫面色憔悴，这叫精神不济。李公公，你不是说皇上现在很虚弱吗？李公公悲戚的表情僵在脸上，显得十分尴尬。一听说裴小姐过来，装都不装一下，他能说什么？总不能说是回光返照吧？泱泱，你来看朕了。李公公说你身体不舒服，我来看看你。谢林转头看了旁边的李公公一眼。朕身体好得很，何必打扰泱泱？请皇上息怒。裴小姐一听说皇上身体抱恙，十分牵挂，放心不下。泱泱，你跟朕来。可以不去未央宫吗？好，摆驾御书房。一行人立即来到御书房，一进御书房，立即屏退左右。你们都出去吧。是，皇上。李公公看了看两人的样子，退出御书房，忧心忡忡。完了，皇上责怪他今日擅作主张，自古圣心难测，也不知道他今天做的对不对。正想着，刚才来给皇上禀报的侍卫端着一个托盘走过来。李公公，这是皇上给你的赏赐，你这次做得很好。你为什么不吃饭？伤口疼，吃不下。我看看。谢林立即将身上的衣服解开，露出胸口缠绕的纱布。换药了吗？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销毁证据，今天又是上朝，又是处理奏折，没时间呢。血已经渗出来了，必须换药。他从包里拿出几个瓶子放在桌上。这是我从家中带来的白月散，上次我不小心受伤，娘就是用它给我上药，很快就能痊愈。你帮我换。我二哥说你很擅长处理伤口，以前出去打猎的时候不小心受伤都是你来处理的。伤口牵扯到手臂，我的手现在不太方便。我知道你现在不愿意帮我，这伤是我应得的，就算感染恶化也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好了，你别说了，我帮你换就是。拆开纱布，和昨天一样给伤口进行消毒。等到了上药的阶段，他看向桌上的2瓶药，一瓶御医特制金疮药，一瓶他带来的白月散。用哪瓶？泱泱带来的那瓶。重新在伤口撒上白月散，然后用新的纱布包扎起来。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我的手不能动。你总会骗我。可以了。泱泱的包扎越来越熟练了。药已经换好了，你吃饭吗？好。裴泱泱立即开门，让候在外面的李公公去传膳。没问题，裴小姐，奴才马上就去。也不叫其他人，亲自朝御膳房飞快跑去。一炷香时间后，几道菜送入御书房，刚放下菜，李公公就带着其他公公和丫鬟迅速离开，把房间留给两人。泱泱，过来吧。我来之前已经吃过了。你不吃的话就撤了吧。你不吃东西，伤口是养不好的。没心情。我陪你吃，可以了吧？泱泱，过来吧，这几道菜都是你喜欢的。裴泱泱心不甘情不愿地坐下，打眼一瞧桌上的菜色，果然都是他喜欢的菜色，心情有些复杂，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受了伤。泱泱如果肚子不饿，可以吃这些点心，很好吃，我特意让御厨准备的。你不用给我夹，我自己会吃。谢林笑了笑，果然没再夹了。他吃饭动作又优雅又快，不一会儿就把桌上除了点心之外的饭菜全部扫荡一空，让李公公进来撤掉碗盘。拿条毯子过来。是，皇上。李公公立即行动。裴泱泱听见这话，以为谢林要休息。皇上，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先回去了。有事？药也换了，饭也吃了，还能有什么事？见他走到软榻坐下，过来睡觉。裴泱泱倏地睁大眼睛后退，看到他的动作，谢林苦涩笑了一下。你在这里休息，我不和你一起，我还有奏折要处理。我不困，不用休息。是我担心你，怕你昨天晚上太害怕没睡好，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受伤的事儿没有任何人发现，裴家没事儿，你也会没事儿。泱泱，你现在可以安心的好好睡一觉了。你派人监视我？昨天晚上没有，你的胆子一向很小，从未伤过人。昨天出了那样的事儿，你肯定休息不好，也许一晚上都没睡。裴泱泱抿唇，全部被他猜中了。明明是他伤了他，
他却还在担心他害怕。你在软榻上休息，我不会逗你，睡一觉，我再让李公公送你回去。如果回家休息，你父母和哥哥可能会察觉不对。那我只睡一会儿，半个时辰就够了。躺上软榻，裴泱泱打了一个哈欠。睡吧，没事的。话音刚落，裴泱泱已经闭上眼睛，沉沉睡了过去。谢里没有立即去批阅奏折，而是继续坐在软榻边，看着裴泱泱的脸。5年前裴泱泱死去，他有大把的时间和他的尸首在一起，也是这样一直看着他，等待他有一天会突然睁开眼睛，笑着和自己说：林哥哥，吓到你了吧？这只是一个恶作剧。他等了5年，没有等到那一天。裴泱泱死而复生后，他看他睡觉的次数变少了很多，但每一次都无比珍贵。有时候看着看着，谢岭会小心翼翼地弯腰，将耳朵放在他的胸膛处，听他的心跳声，扑通扑通，每一声都带来他巨大的满足感。现在也是一样，然后才依依不舍地起身，走到书桌前，安静地开始批阅奏折。整个御书房中，只有毛笔在宣纸上游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写一会儿便抬头看看熟睡中的裴泱泱，然后又继续批阅，周而复始。当裴泱泱再次醒来的时候，睡饱后的身体格外满足。什么时候了？我睡了多久？